不好意思，大姐，这是我的座位，麻烦你让一下。你瞎呀？没看到我怀孕了吗？让我坐坐怎么了？你一个大男人站几个小时又没关系。笑死我了！你怀孕关别人鸟事啊？这不纯道德绑架吗？心疼兄弟1秒钟，好不容易抢到的春运高铁2等座，居然被孕妇占了，敢问阁下如何应对？哪来的脸啊！我操，占别人座位都这么理直气壮。检测到宿主反道德绑架情绪强烈，经对系统自动绑定，只要对人成功，就能获得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和抽奖。这是我的座位，凭什么让给你？赶紧起开！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怀着孕的看不见吗？冤有头债有主，你怀的又不是我的种，凭啥我要给你让座？不是，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没素质啊？我一个孕妇坐你的座位怎么了？你这样对待孕妇良心不会痛吗？不仅不会痛，反而还美滋滋呢。你什么你？谁把你肚子搞大的？你找谁去？跟我有毛关系？咋地？你肚子里孩子出生以后是管我叫爹啊，还是给我养老啊？我什么我寻思豆腐都有脑，怎么你居然没有？这座位是我花钱买的，拼手速抢的，你多大个脸啊？动嘴皮子就想让我让给你？我这人素质不详，遇强则强。你要是跟我好说好话，我让你坐一会儿也没啥，但你上来就玩道德绑架那一套，我又不是你爹，凭什么惯着你？随着我的一通怒怼，孕妇已经彻底懵了。大家都来评评理，给孕妇让座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我怀孕都6个多月了，总不能让我站一路吧？可这男的一点素质都没有，让他让个座1万个不愿意。现在的人怎么这么冷漠啊？说着还假惺惺地摆出一副可怜模样。年轻人，我看你四肢健全，身体健康的，站几小时也没啥吧？孕妇可跟你比不了。哎，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连做人最基本的道德都没了，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啊！我说小伙子，那大妹子挺着个大肚子确实挺不容易，车上这么多人，万一给磕着碰着可咋办？你就把座位让给她坐吧。大妈，你是眉毛下面挂俩蛋，光会眨眼不会看吗？这他妈是高铁又不是地铁，什么时候坐高铁还有让座的义务了？见我这么说，大妈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义正辞严地说道：话不能这么说，我虽然不认识这姑娘，但作为过来人，我非常能理解孕妇有多不容易。既然你能理解孕妇的难处，那你就给她让个座啊！看大妈坐在那里没有丝毫要动的意思，我又继续对道：满嘴仁义道德，屁股却纹丝不动，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让502给粘死在座椅上了呢。我是年纪大了，身体不行，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肯定就让了。哦，年纪大了啊，不过没关系，我还有一个办法。这座位呢，是我花600块买的。既然你这么喜欢当正义使者，不如你出钱替孕妇把我这座位买下来呗。这样一来，你做好事获得了感谢，我拿到钱弥补了损失，孕妇有了座位也不用站着受累，简直3全其美。怎么样？你现在掏钱，我立马让座。听到这话，孕妇立刻扭头看向大妈。我哪有钱啊？再说了，我凭什么替她出钱？怎么觉得慷他人之慨很容易？光想着让别人付出，自己屁事不干，充当好人。既然你不愿意替他出钱，就不要在这逼逼赖赖。还有你，搁这等啥呢？赶紧让开！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冷漠呢？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老婆一个人大着肚子坐车，却没人给她让座，你会是什么心情？如果我老婆怀孕了，她去哪我都陪着她照顾她，不会让她一个人坐车，更不可能给她买站票。不过大姐你也怪可怜的，怀孕都6个月了，你男人怎么不管你呢？不说商务座，他连2等座都不给你抢。啧，摊上这么个没责任心没担当的男人，真是悲哀啊！我不管，我是孕妇，你就得给我让座。这个位置我坐定了，你要是敢动我，万一我的孩子有个什么3长2短，我跟你没完。见孕妇摆出一副滚刀肉的姿态，我也不好动手，只能叫来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在核实了我的车票后，便对孕妇说道：你好，女士，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好吗？你个破服务员也来欺负我是不是？我要是有座位，我会不去坐吗？谁叫你们不多加几节车厢，害得我没买到座票。我可是孕妇，你让我站一路，万一孩子有个什么3长2短，你个臭服务员负得起责骂你。女士，这个座位空着的时候您可以坐，现在买票的旅客上车了，您就得离开。我怀孕了，我难受，必须得坐着才行。如果您有需要，我可以带您去餐车，那边有座椅可以休息。我不去，餐车味道太大了，我闻了犯恶心。根据国家发改委规定，对于旅客霸占座位、严重扰乱车厢秩序的行为，可能会被列入铁路征信体系黑名单。什么黑名单？你个高铁服务员，吓唬谁呢？别怪我没提醒你，被列入黑名单之后，你将无法乘坐火车，而且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严重的话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孕妇有些不甘心，可又怕承担霸座的后果，只得站起身来。算了，餐车就餐车吧，总比站着强。孕妇走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小朋友，坐好一点，不要踢我的椅背。我就踢，踢死你！略，你能拿我怎么样？他还是个孩子啊，你这么大个人了，跟孩子斤斤计较什么？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果然每个熊孩子的背后都有熊家长，别人惯着你，我可不惯着。你还知道你家孩子不懂事啊？所以你们家是没人教吗？你怎么说话呢？他才5岁呀，难道你没有小时候吗？老大个人了，跟个小孩子斤斤计较，真有出息。再说了，这高铁又不是你家的，我们也是花钱买了票的，你凭什么对我们指指点点？听到熊家长那些毁三观的话，我也懒得和他争论，便走到了熊孩子后面的座位。哥们，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可以让我坐一下你的座位吗？几分钟就行，谢谢。行啊，多大点事，正好我站起来活动活动。
是你他妈顶我椅子干啥？我还是个孩子啊，你这么大个人了，跟孩子斤斤计较什么？我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没毛病，300多个月大的孩子也是孩子。你他妈有病啊！哈哈，没想到我刚出院第2天就被你发现了。胃里医生嘛，我有精神病的事情被人发现了，出门也没带，要怎么办？旁边的熊孩子一直踹我椅子，他那傻逼娘还在我面前叭叭叭的，现在我快控制不住了，要不我把他们都嘎了吧？看我演得如此逼真，刚才给我让座的男子也连忙配合起了我。兄弟冷静，你还年轻，千万不要走到犯罪的道路上。不行，那傻逼熊孩子踹我椅子，我冷静不下来。大姐，你快管着点你家孩子，你跟精神病折腾什么啊？他可是有感人许可证的，咋的？你有复活侠啊？听到有人这么说，这母子俩顿时有点害怕了。不许再踢椅子，再踢我打断你的狗腿！兄弟，刚才的事谢了。果然恶人还需恶人磨，碰到耍无赖的人，救得比他更无赖。处理完这事后，接下来的旅途终于风平浪静，无事发生。系统查看这次反道德绑架共获得了多少积分？回宿主本次共获得了11万积分，并且由于宿主对人的视频被上传到网络上，所以积分在持续增加中。哦，真是一波肥啊！不知道这些积分能兑换些什么好东西，系统帮忙打开兑换商城。丁，系统商城目前解锁的物品有金钱兑换比例10比1，升级厨艺100万积分，挖掘机驾驶技术精通80万积分，歌神级歌唱技能200万积分，影帝级演技500万积分，后续还会解锁更多商品哟。我尼玛，原本还觉得11万积分挺多，现在却连个最便宜的技能都兑换不了。第2天一早就被吃货妹妹拉到超市买了一堆零食，由于超市没有普及自助结账的机器，所以队伍前进的相当缓慢。哎，你干嘛呢？怎么插队呀？我有急事，让我插个队怎么了？那你把我的账也结了呗。凭啥？我又不认识你。你也知道我们不认识啊，那我凭啥让你插队？我这不是有急事吗？你有事我还有事呢，懂不懂先来后到啊？没看到大家都在这排队结账吗？就你特殊，就你有急事，难道大家都闲着没事干吗？这么着急插队赶着投胎去啊？啊，对，赶紧后面排队去，别耽误大家时间。就是自觉一点不行吗？别人都排队呢，你咋就那么厚脸皮往前面插队？谁不着急？公共秩序大家都在遵守，难道就你特殊？放眼整个于县城，谁他妈敢管我张万林？老子今天就要插队，不想惹麻烦的都给老子闭嘴！看到男子凶狠的目光，其他人生怕惹麻烦，顿时都不敢说话了。小逼崽子，你他妈啊！快放手！请排队好吗？小子，有种你就给我等着，我喊人去。哥真帅！不要崇拜哥，哥只是一个传说。妈，刚在路上听妹妹说林建平要来拜早年。你这孩子怎么能直呼全名呢？叫小姑。妈，我才没有这样的姑姑呢。那女人平时可没少欺负你，现在好端端来拜早年，估计又没安啥好心。小北，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们上一辈的恩怨不能带到你们这一辈。你要不带你妹妹出去逛逛，省得到时候不自在。没事儿，妈，都是亲戚，这大过年的我还能骂他不成？哥，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待会儿看哥表演，保证既能解气，还不会引来老妈的镇压，并且让奇葩小姑没办法发作。好好看，好好学，你以后很可能会派上用场。嫂子，好久不见，我二哥没在吗？哦，肯定是出去了吧。我们家老王啊，嗨，你也知道他现在工程搞得越来越大了，每天都有好多人登门送礼或者请客啥的，哎呦，简直忙得不可开交。还是你和我二哥好啊，开着个小饭店，虽然每天起早贪黑，累得跟狗一样，赚的也不多，但胜在自由，还不用应酬。按照惯例，这女人在显摆之后，多半会把话题引到自己或者妹妹身上，总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殊不知我早已今非昔比。小北，你这次准备在家住几天呢？怎么也没见你带个对象回来呢？只住几天吧，不要带对象回来，那就是2个人回来，不然怎么会是1个人？小北啊，你可是男孩子，这么混日子不行啊！我看其他像你这么大的都已经买房了，你怎么还不买房呢？不然以后怎么娶媳妇？别人买房是别人已经买房了，我不买是我还没买房呢。林建平见我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觉得很不对劲，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一口浓痰卡在喉咙，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你也老大不小了，准备什么时候谈恋爱呀？可不就是没对象吗？那有对象的时候自然就谈恋爱了。要不我让琪琪介绍几个年轻的小姑娘给你认识认识。哦，这就不用了，琪琪认识的我又不认识，那我要认识了，不就不用琪琪介绍了吗？你这孩子，我怎么感觉你不想跟我说话呢？我都说话了，肯定是想说话啊，我不想说话的话，肯定就不说话了。不愧是我哥，真有一手，好像说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说。虽然听不懂，但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眼见自己蓄谋已久的显摆之旅快要被我打断，于是林建平很机智的换了个对象。然然，你上的是什么大学来着？我看别人都是985、211什么的重点大学。然然上的也是大学，985、211那些重点大学也是大学。拿到奖学金了吗？肯定有拿奖学金的学生，拿奖学金的学生都拿到奖学金了。那你毕业了准备做什么？毕业后的事情毕业后会去做，现在做的那都是学生该做的。哼，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不好惹。不好惹的人自然不好惹，那好惹的人也不会轻易发脾气。小北啊，怎么跟小姑说话呢？我这不是许久没见小姑了，想跟她多说说话吗？哈，既然你家不欢迎我们，那我们也就不赖在这里惹人嫌了。不过嫂子，今晚我们家老王在福聚德酒楼订了饭，想着在过年前大家好好聚一次，你们家可一定要来呀。
小北，你小姑心眼小，今天在我们家吃了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小姑那个人太坏了。妈，要不晚上我们就别去了，这顿饭肯定吃不开心的。说是这么说，但你伯伯和其他姑姑们都去，咱们一家不去也不合适，毕竟都是亲戚。去有什么好怕的？有我呢，今晚谁让咱们一家不好过，我就让谁不痛快。对啊，有哥在，没意味。怎么样，老妹，学废了吗？刚才这个我称之为废话文学，核心就在于明明说了很多，可偏偏什么都没说，让对方产生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突出折磨二字。林北，怎么会有你这么贱的人？屁本事没有，就会耍嘴皮子，还满嘴喷粪，我真是笑了。来，磕俩响头，让我看看你有多笑。少在那里逼逼赖赖，你要是个男的就滚出来，我跟你单挑。你是大粪吗？还要我挑？你他妈有病吧？是啊，我有巨物恐惧症，我特别害怕大傻逼。林北，你这个狗东西，竟敢骂老娘，气死我了！看我不找个时间把你弄得身败名裂。美芝芝不仅对了那个小太妹，还收获了大量积分，系统给我来个10连抽。恭喜宿主获得8件白色级普通奖品，1件蓝色级稀有奖品和1件紫色史诗级奖品，奖品已放入系统空间，宿主可随时取用。总算没浪费这10万积分，开出了2件实用的奖品。1周后，林北被表妹王舒淇叫到了楼下，似乎已经想好了诬陷林北的奸计。林北，你这狗渣男，当初叫人家小甜甜，现在玩腻了，你就把我一脚踹开。我从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男人。你发什么神经啊？吃错药了？林北，你个王八蛋！小时候你骗我进小树林，对我做那种事，事后你还花言巧语骗我，不让我告诉我爸妈，还说什么以后会一辈子对我好。你以为我年纪小真的什么都不懂吗？我现在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你这混蛋一定会遭报应的。傻逼，真是有病。怎么样？拍到了吗？拍到了，非常清楚。哈哈，林北你完了。菲菲，接下来视频剪辑就交给你了。琪琪，我们这么做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吗？你那个表哥最近在网上还挺火呢。嗨，能有什么问题？有视频，有录音，再加上我可是女孩子，他这回必然身败名裂。行，好了，视频已经搞定。太棒了，亲爱的，过2天我给你介绍2个1米8的黑皮体育生，8块腹肌的那种。哎呀，真是的，人家会不好意思的啊。哼，林北，你个王八蛋臭傻逼，我看你这次还笑不笑得出来。茉莉、菲菲，你们也赶紧帮我转发。放心，我们可是好姐妹，咱们一起斗渣男。我还加了一个仙女群，群里都是小仙女，我这就把微博转发到群里，呼吁大家分享转发，一起跟那个死变态斗争到底。在这几个女人不遗余力的扩散转发下，视频很快就冲上了热搜。太好了，林北让你嘚瑟，现在知道得罪姐妹的后果了吧？叫我女王陛下。嘘，是林北那傻逼。喂，你这死变态找我干什么？王舒淇，网上那些视频是不是你发的？你冤干什么？冤枉？咱就是说你这死变态哪来的脸跟我说冤枉？你敢做就别怕我曝光啊！我就是要让你让大家都看到你那恶心的真面目。哼，还想套我的话，幸亏本仙女机智。哈哈，那死变态肯定急了，现在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活该，谁让他犯贱的？这次我要让他彻底永无翻身之日。放心吧，琪琪，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想要毁掉一个人，简直不要太简单，好吗？有句话咋说来着？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只要说的够真，即便不是真的，网友也会当成是真的。况且这次可是有实锤的，节奏这么大，他是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了。另一边，听到手机里传来的忙音，林北气得浑身颤抖。王舒淇，本来我们2家的恩怨只是小打小闹而已，可你现在居然为了彻底毁掉我，竟以身作饵，弄出个断章取义、颠倒黑白的拼接视频陷害我。放心，这个哑巴亏我林北必100倍还之。丁，检测到宿主身边发生特殊事件，任务系统激活，请选择任务路线。选择1，都是亲戚大过年的，没必要弄得太难看，放过他。选择2，既然背负变态骂名，那就不能白白挨骂，找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偷摸进他家，狠狠的用教育。选择3，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宿主也不能蒙受这不白之冤，不但要挽回名誉，更要让诽谤者受到制裁。温馨提示，做出不同选择将引发不同后果，请宿主谨慎选择。咦，居然刷出系统任务来了！选择1最和谐，毕竟都是亲戚，小时候还一起撒尿和泥巴玩呢。选择2倒是也不错，嘿嘿，想想就刺激。不过，选3。丁，任务网络小作文已开启，请宿主在法律范围内维护自身权益，惩罚诽谤者。任务完成后，本系统会根据完成情况综合打分，并发放奖励，评分越高，奖励越丰厚。随后，我利用系统开出的紫色及奖品高级黑客技能，不费吹灰之力，便黑进了王舒淇的社交账号。我擦嘞，没想到王舒淇竟然存了这么多爱情动作片。尼玛，原本以为他就是性子野了点，没想到他居然还做过这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而且还丧心病狂的拍下了视频和照片。就让你也尝尝滋味。你个死猪，你居然害老娘！王舒淇，你傻逼吧？老娘可是来帮你的，你现在居然骂我！你个死猪，我拿你当姐妹，你居然背后捅我刀子，发微博曝光老娘！我什么时候曝光你了？还搁这儿跟老娘装傻？你敢说微博那些照片不是你曝光出来的？说着，朱菲菲立马打开了自己的微博。这怎么回事？这不是我发的，真不是我这就删了他。现在删有坤巴用，图片早就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我再说一遍，
这些图片不是我发的，你被人骂，那也是因为你不干人事，这也能赖到老娘头上。原来林北这个腹黑 boy 在黑进王舒淇的网盘看到那些证据之后，并没有用自己的账号，而是借助朱菲菲的微博进行爆料，这才上演了一出狗倒狗的好戏。哥，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王舒淇发的微博？她居然把同学的事情都推到你的身上，真是太不要脸了。被狗咬了，咱总不能咬回去吧？难道这口气你能咽得下去？不，我的意思是被狗咬了，咱不能咬回去，但是可以拿起石头把狗头砸烂啊！等着看好戏吧，这才哪到哪。说完，林北就立即发布了一条澄清视频，然后直奔派出所。小伙子，你有事儿吗？警察叔叔你好，我要报案。小伙子别着急，坐下慢慢说。警察叔叔，事情是这样的。林北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讲述了一遍，并将所有证据都提供给了警察。岂有此理，简直是目无法纪。他这么做完全可以彻底毁掉一个人。不过小伙子你放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造谣传谣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好，请问是王舒淇吗？是我，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这边是派出所，给你打电话呢，是因为……什么玩意儿？派出所？你怎么不说你是联合国的？王舒淇女士，我是盂县派出所民警吴正国，因你涉嫌一起网络诽谤案，我们对你进行口头传唤，请你立刻来派出所配合调查。诽谤？我什么时候诽谤了？哦，我知道了，是林北那傻逼找的你对吧？呵呵，竟敢冒充警察，友情提示，这可是犯法的哦！还想骗本仙女？你当我跟你们一样傻逼啊？我真是警察，我们接到报案说你跟一起网络诽谤案有关，所以才叫你过来协助调查的。说的跟真的一样。都什么年代了，现在都提倡言论自由，我的微博我乐意发啥就发啥，法律管天管地，还能管到我头上啊？真他妈搞笑了！本仙女正烦着呢，别来犯贱。小伙子，对方非常顽固，无视口头传唤，我现在要申请传唤证，亲自上门抓人。我可以跟着你们吗？一般来说，警察办案、闲杂人等是不可以掺和进来的。不过你如果恰好也要去那里的话，我们也不会阻止。警察叔叔，你要这么说我就懂了。警官，你们找我干什么？我可没犯法呀。王舒淇，你是不是曾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恶意造谣传谣，煽动抹黑他人？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以为不承认我们就没办法了吗？王舒淇，你涉嫌网络诽谤的事情已经正式立案，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那这是传唤证。不是我就服了，你们怎么当警察的？他说啥你们就信啥呀？你们调查清楚了吗？随随便便就抓人，是不是别人不发火就把别人当傻子啊？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我们会轻易对你下达刑事传唤的决定吗？请你配合我们执法。我配合什么配合？现在不都是讲究言论自由吗？凭什么我发个微博你们就来抓我？我就在家，我哪都不去。行了，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慢慢交代。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配合。我配合不了，你们肯定都是黑警，早就被那个林北收买了，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我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向我的上级领导部门或者督察部门投诉举报，你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现在你必须配合我们执法。滚，都给我滚，这是我家。再次警告你，王舒淇，请你配合执法，否则我们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此时面对帽子叔叔的警告，王舒淇非但没有及时醒悟，反而还威胁起帽子叔叔了。我告诉你，我爸是王德发，他跟县里好多领导关系都特别好，你有种对我强制一个试试，一个电话我就让你脱了这身警服，你信不信？眼见警告无效，警察老吴也是狠下心来，直接给身旁女警使了个眼色。林北，果然是你害我，你这王八蛋最好跟他们说清楚，否则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王舒淇，你好大的胆子，当着我们的面就敢威胁报案人。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证据，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你很可能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你觉得在这里撒泼打滚就能逃避法律责任吗？还要坐牢？网络诽谤造成如此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这已经是刑事犯罪，你以为我们跟你闹着玩呢？林北表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快跟他们说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帽子叔叔干什么？说完，王舒淇就被帽子叔叔带走了。林北你好，我是律师张三。张律师你好。林北，最近关于污蔑你的视频我是全程关注的，对方诽谤罪成立肯定是板上钉钉没得跑，但诽谤罪是轻告罪，诽谤案是自诉案，告诉才处理，不告不理。换言之，需要你自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才会受理。如果你不起诉的话，对方很可能逃脱法律制裁，所以你需要一个律师，我是来毛遂自荐的。这个案子我非常感兴趣，我愿意1块钱代理费帮你代理这个案子，不知你意下如何？听了张三的一番解释，林北这才恍然大悟，本以为报警就完事了，没想到这案子还需要自己去起诉。如果有张三加盟，那王舒淇铁定会被送进去踩缝纫机，这种好事断然没有拒绝的道理。求之不得啊，张律师，你能代理我的案子，我非常高兴。很好，你在盂县是吧？我马上飞你那边见面详谈。没问题，张律师，稍后我把详细地址发给你。接着林北查看了一下系统积分，当看清积分后面一长串数字后，林北兴奋的差点猝嘎。人要是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100万积分在商城也就能兑换2-3个技能，还不如直接来个百连抽，一个紫色不亏，2个紫色血钻，要是能出一个金色传说。
打定主意后，林北不再犹豫，直接开启百连抽，并筛选屏蔽了白色粗糙奖品的播报。丁，恭喜宿主抽中金色传说奖品1个，1亿现金，资金来源合理合法，已存入宿主账户，宿主可自由支配。紫色史诗奖品1个，升级钓鱼技能，只要钓鱼必有收获，附带百钓百中特性，钓鱼永不空军。蓝色稀有奖品3个，分别是全系法律精通、高级辩论技巧以及100万现金。6个绿色普通奖品，分别是福聚德酒楼、10万购车专项资金以及4个10万现金。随着奖品依次呈现，林北激动的心也逐渐恢复平静。王德发，当初你家王舒淇在网上那样抹黑我家小北，我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当时你是怎么说的？你跟我说小北活该，那我今天同样的话送给你，你闺女才活该。另外再送你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爸，是王德发的电话吗？是啊，他说王舒淇被你报警给送进去了，打电话过来兴师问罪呢，真不知道哪来的脸。爸，这件事是不是让你为难了？这有啥好为难的？如果是我受点委屈受点气都没啥，看在亲戚的面子上，我吃点亏也不会说什么。但这次他们一家是在搞你，他们要毁了你，那老子能惯着他？我只是大度不是软弱，只是大方不是蠢货。小子，你想做什么就放心去做，老子绝对支持你。小兔崽子，你爸妈在家没？干啥啊，老头？臭小子，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尊老爱幼都不懂吗？我当然懂尊老爱幼，但这里的老可不包括老登。你个臭小子，还敢顶嘴！爸，你别激动，小北啊，那什么，我准备在福聚德酒楼摆一桌，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好好的赔礼道歉。你爸妈在家不？我们上去说。不愧是老狐狸，居然还能压下火气，只可惜你这一套在我这儿没用。不必了，我们还是喜欢在家吃饭，可吃不起你王大老板请的客。小北对不起，小姑给你道歉，也替琪琪给你道歉。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不对，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小时候你跟琪琪还经常在一起光屁股玩泥巴呢，难道你真的忍心送他去坐牢？他能忍心让我身败名裂，我为什么不忍心送他去坐牢？听到这话，林建平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才好。8万，我赔你8万，你放过我女儿。不好意思，我对钱不感兴趣，这钱你还是留着请律师吧。10万，不，15万，只要你现在去派出所撤案，我今天就把钱打给你。这可是你们家2年都存不下的钱。你以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吗？那你说，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女儿？原谅她是法官的事，我只负责送她去见法官。小子，你不要太过分，我就琪琪一个女儿，你行了，我什么都做得出来。别吹牛逼了，还什么都做得出来？我随便给你个1元2次方程，你都解不了。什么是1元2次方程？叫你多读书，你非要去养猪。不好意思，我不想和猪打交道。爸，那小兔崽子油盐不进，现在怎么办啊？这别着急，看我出马。说完，王德发老爸就开始鬼哭狼嚎起来。小北，这么让他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就算邻居们不会说闲话，可因为我们家的事儿让大家都不得安生，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是得赶走那老逼灯，不过这种不要逼人的老逼灯，寻常手段肯定是没用的，讲道理讲不通，用武力不值当，就算报警都拿他没办法，只能出奇招。如此想着，林北心念一动，调出系统商城面板，很快便找到了合适的技能，直接兑换了。爸，你就安心回屋刷会视频，这事儿交给我，10分钟内不让那老登离开，我是你儿子。几只麻雀小哥，小小意思不成敬意。兄弟，你是哪个屯子的？怎么变成人类的样子了？难道你修炼成妖了？奇猛了，居然听到人类说鸟语！大家都别上当，那个卑鄙的人类肯定是设下陷阱要抓我们。6只麻雀叽叽喳喳的说了起来。若是以前，林北只能听到吱吱吱的声音，现在习得高级鸟语精通后，他还真能听懂麻雀在说什么。麻雀小哥，我真没恶意，就是想请你们帮个小忙而已。这些小米是送给你们吃的。人类，你到底有什么阴谋？雀哥看你说的，我哪有什么阴谋，真的就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这些小米只是见面礼，回头我再买点蚊子毛毛虫啥的给你们加餐。人类，你的诚意我们看到了，行走江湖最重要是讲义气，说吧，想让我们帮你干什么？看到下面那个老逼灯没有？往他身上拉屎。对了，他身边那一男一女也别放过，要雨露均沾。好说，等我们吃饱了，给他们拉炮大的。雀哥仗义，我家就在1楼，以后我和家人会经常在阳台放小米、谷子、碎玉米啥的，欢迎你们常来。老王，你说吧，这么做真有用吗？林建明和杨素娥的性子你还不了解吗？耳根子软，而且要脸面，肯定会坐不住的。现在他们说不定已经在硬撑了，只要我们再坚持，肯定有希望。就在他们说话的间隙，几只麻雀悄悄飞了过来。小黑子，你跟我负责那个老的，花花坤坤，你们2个负责那个男的，那个女的交给你们俩，分头行动，为我们的朋友大家冲啊！卧槽！快看，那3个人被鸟拉了一身。他们上辈子是偷了万8千个鸟窝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恨值？遇到问题不要慌，赶紧把手机拿出来拍个朋友圈。看到自己老父亲那涨成了猪肝色的脸，王德发都吓坏了，俩人赶紧合力把人抬上车。妈的死鸟，回头老子要嘎光整个县城里的麻雀！你先别跟鸟置气了，快看抖音，林北那小王八蛋居然把我们拍了视频发到抖音，现在网上都是笑话我们的。什么？他娘的！这小逼崽子有点给脸不要脸了，我真忍不了一点了。这个小杂种现在都骑到我们头上拉屎了。老王，你不是认识很多道上的人吗？找几个狠人，把他们一家好好教训一顿，再逼林北签了调解书，把琪琪救出来，顺便替我狠狠出口恶气。喂，
老马是我，有个事情可能的麻烦你一下。接着王德发将需要对方办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喂，你们找谁？就你叫林北啊？我不是。哦，那我们找错人了。三哥没找错，就是这小子，我看过他的照片，可他说他不是林北啊。三哥，他骗你呢。啥玩意儿？你个傻逼居然敢骗我！傻逼骂谁？傻逼骂你。说得好啊，说得妙啊，确实是傻逼在骂我。三哥，他又骂你，他骂你傻逼。小逼崽子，我看你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今天老子就给你上一堂生动形象的社会实践课。死多普，三位，我劝你们动手前想清楚哦。首先，这是我家，我现在不允许你们进来。如果你们强行闯入，那就触犯了刑法第24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罪，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你们动手打人，就触犯了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3年起步，最高死刑。如果你们不小心砸坏了我们家的昂贵电器或者古董花瓶的话，就触犯了第275条规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涉案金额大小，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或者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你们找上门对我进行威胁、恐吓或者谩骂、侮辱，这也可能触犯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最高可能会坐5年牢哦。哦，对了，因为你们是3个人同行，这算团伙作案，判刑会比单人更重，所以3位确定想好了？此刻全系法律精通的林北，各种法律条文和规定那是信手拈来。三哥，我才刚出来半年，可不想再进去啊！闭嘴，蠢货！小逼崽子，你当你马爷是吓大的啊？今天这阵仗，你觉得3言2语就能把我们打发了？我没有吓唬你的意思，只是在阐述事实。当然了，俗话说得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如果你们非要以身试法，那我希望你们进去了以后，不要怪我没提醒。三哥，我看这小子邪乎，要不咱撤吧？放屁！今天我们要是被这么个毛头小子吓到，以后我们都别在道上混了，而且老王那边也不好交代。听到这个称呼，林北决定试探一下这3个有点傻的小混混。王德发给你们多少钱，能让你们连坐牢都不怕？他可是给了我们10万，你……操！别他妈多嘴！老王专门叮嘱我们不要泄露他的身份。小子，什么王德发我们不认识，什么钱不钱的我也不知道。今天过来就是单纯看你不爽，别以为拽2句法律就能吓坏哥几个。就算真进去了，我们全当进修了，几年以后出来照样能插起立棍。哥几个准备干他。看来法律已经震慑不住这3个不太聪明的社会人了。既然如此，系统使用乌鸦嘴体验卡。大块头，你们3个左脚绊右脚摔个狗试试。你他妈以为？哎呦我操！哎呀，几个好大儿咋行这么大礼呢？可惜我没红包给你们呀。臭小逼崽子，大爷今天非让你见个红不可。好汉饶命啊，千万不要嘎我，你不就是想要钱吗？只要你别嘎我，我可以给你10万块钱。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你特么速度恢复一下。我那不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吗？要早知道大哥你这么猛，我哪敢在你面前嚣张啊。算你小子识相，来转账。好嘞，只要你别伤害我，我这就给你转账。等等，小逼崽子，你当大爷我傻呢？现在你给我转账，回头再去报警说我抢劫，不但钱保不住，我特么还得进去。尼玛，这大块头居然有点脑子。不行，我得录个视频，来你当着摄像头的面说你是自愿给我转账，不是我抢你的。没问题，大哥，我现在给这位好汉转账是自愿的，他没有抢我的钱，真的没有抢，这样可以了吗，大哥？啊，少他妈废话，赶紧转。支付宝到账10万元。小子，我看你不像是没脑子的蠢货，今天也还算识相，怎么有些事情就一根筋不知道变动呢？大哥，你说的是什么事情呢？我咋听不明白？你特么最近得罪谁了？心里没点逼数吗？我没得罪啊。哦，难道你是说王德发他们一家？你知道该怎么做吧？别让大爷我再来找你，要是还有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知道吗？我明白，回头我就去派出所撤销报案。早他妈这样，不就啥事都没有了吗？喂，你好，我要报警，我家遭人入室抢劫，被抢了10万块钱。哎呀，老王你就放心吧，我马三是什么人，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有我出马，手拿把掐。我跟你说，那小兔崽子当时就吓尿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求我放过他，还说他马上就去派出所撤销报案。你要不就去派出所等着吧，估摸着很快就能接你闺女回家了。三哥，那咱们怎么分红？尼玛，这么多年兄弟了，我还能坑了你们不成？王德发不是承诺给10万吗？我自己拿6万，你们俩一人2万，没意见吧？没意见，没意见。不过呢，现在王德发只给了4万定钱，剩下6万要等他闺女从派出所出来才会给。你们也别着急，等他把钱都给了我，我肯定给你们分红，1分不带少的。至于那小子给的10万，那是我一个人一把刀搞来的，跟你们俩没关系，1毛钱都没你们的份。我话说完了，你们谁赞成谁反对？三哥，话不能这么说，如果今天不是我们哥俩跟你一起过去，你也不可能那么顺利把刷办成，更不可能有意外收获。这10万多少该给我们哥俩分点吧。没错，三哥我们都是跟你混的，你大口吃肉，连口汤都不给我们喝，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看来你们俩这是要造反啊！如果不是老子带你们，就这2万块你们半年都不一定赚得到。有钱拿就偷着乐吧，还在这里逼逼赖赖的。马三，我忍你很久了，叫你一声三哥，你特么还真以为自己是哥了。今天必须分钱。对，必须分钱。见没得转圜余地，3人就地斗了起来。哟呵，
你们哥仨这是玩啥呢？吴哥是你啊？没事，我们就闹着玩呢。对，我们闹着玩呢，没打架就不劳烦你们了。几个混混本以为说完警察就会离开，没想到对方脸色一沉，说道：马宝田、庞红兵、赵明，现在怀疑你们3个跟一起持械入室抢劫案有关，跟我们走一趟吧。啥玩意儿？抢劫？不是吴哥，这搞错了吧？我们几斤几两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借我们18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去抢劫啊。行了，废话少说，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是与不是一查便知。老王，你说这马三靠谱吗？他真这么快就把林北搞定了？马三这人虽然喜欢吹牛逼，但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在这种事情上还是有经验的。要不你以为我钱多烧大给他10万块？你就放心吧，林北那小兔崽子除了会耍点嘴皮子功夫，他还有啥？别看他咋咋呜呜的，一碰到社会上的狠人，分分钟吓尿裤子。哎，老王，你看那是不是马三？卧槽，还真特么是马三和他的2个小兄弟，他们不是顺利把事办成了吗？这咋还被警察抓了呢？这时马三似乎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便回头看了眼。报告，我有情况要反映。就那个男的，是他让我们那么干的，他还给了我10万块钱，我真不是故意的，都赖他，他才是主谋啊！快把他抓起来！见警察向自己走过来了，王德发想逃，却逃不掉。他没想到来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另一边，林北终于是见到了传说中的法外狂徒张三，两人互相寒暄了一句后，各自落座。黎先生，你这个案子呢，我在网上有所了解，但是为了更准确的把案情，还是需要你尽可能客观的把事情经过跟我讲一遍。没问题。接着，林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讲述了一遍。黎先生，你想不想让对方进去多吃几年公家饭？多吃几年公家饭？你的意思是寻衅滋事罪？难道林先生也是学法律的吗？略懂，这是著名的万能罪吗？没错，寻衅滋事罪确实也被很多人戏称为万能罪，当然在业内更习惯称其为口袋罪，叫法不同，意思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只要引发了恶劣的社会问题，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矛盾，就能往这个罪名上面靠拢。这次对方在网络上造谣传谣，引导舆乱，煽动网暴，已经是造成了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说他成立寻衅滋事罪问题不大。关于这一点，在最高院颁布的网络诽谤案件相关司法解释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只可惜对方这次算是同一行为触犯多个罪名，适用想象竞合，只能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不能两罪并罚。不过从3年以下变成5年以下，已经更行了。林先生看来对法律有些研究，想象竞合都知道，这倒是省得我多嘴解释了。张三深深看了林北一眼，他没想到这个年轻人3句话震惊他3次。身为律师，很多时候最头疼的不是法庭交锋，而是跟当事人沟通。有些当事人不但法盲，还听不懂人话。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存在的，两人相谈甚欢，很快便达成共识。张三正式成为林北的代理人。老爸老妈，其实这福聚德酒楼是我名下的。哥，您老实交代，你是不是绑定了什么神豪系统之类的东西？卧槽，这是妹妹咋知道的？我看过网络小说，现在就流行系统文，那些主角轻轻松松就能获得很不可思议的东西。以后少看点网络小说，尤其是小白爽文，看多了固然很快乐，但智商会下降。小北，咱家虽然条件一般，但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你可不能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赶紧老实交代，这酒楼是怎么来的？哎呀，老爸老妈，反正这酒楼肯定是正当手段得来的，你们就放心吧。虽然咱家饭店被烧了，但有了福聚德酒楼，还要啥自行车啊？见林北明显不想说明酒楼的来历，林父林母也就没有追问。臭小子出息了，看来以后我和你妈都是你的员工了。林建平，别以为弄个私密账号我就不知道是你干的，看来你已经彻底失了智，竟然连纵火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哼，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想到这里，林北立刻跟他爸妈说了一声，便直奔派出所。小伙子，你刚才说你知道是谁放火烧了你们家饭店？是的，吴警官，这事8九不离10。那场失火事故到现在还没有出调查结果，不能确定是意外还是人为，你怎么就知道纵火者了？因为我收到了一个私信，我通过特殊手段查过，这个账号就是我小姑林建平的。我跟他的恩怨，吴警官你也知道，现在他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昨天放火烧我们家店，现在还威胁我，字里行间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如果我还不涉案调解的话，他就烧我们家。小伙子，你反映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会将林建平列为重大嫌疑人，展开调查。另一边，林建平给林北发了私信后，等了好久都没见他回复，还以为林北没看到，急得团团转。这小兔崽子，抖音私信也不知道看，有了，我可以悄悄给他加塞字条，且不能直接手写，笔记也容易暴露身份。我看电视上那些绑匪写信，都是剪纸拼接成文字的。林建平，我们是派出所民警，现在怀疑你跟昨晚新建西街商铺失火一案有关，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这个搞错了吧？什么商铺失火我压根不知道。知道或不知道，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自有分晓。我什么都没干，什么商铺失火跟我没关系。林建平，你是太高估自己的手段了，还是太低估我们警察的办案能力了？你真就以为自己做的那些事情天衣无缝？失火的双木饭店确实没有监控，但你别忘了，你们家小区停车场可是有监控的。我们查过，昨天晚上大概11点左右，你从你家车的油箱里抽了一桶汽油出来，而双木饭店的起火原因也已经明确，就是汽油着火。你作何解释？
我真是个傻叉，虽然知道双木饭店没有监控，但却忘了停车场有监控。早知道把车开到别铺再抽汽油了。而且我们还发现你用抖音小号给林北发威胁恐吓私信，更是暴露了你的作案动机。林建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希望你能够认清楚形势，放火罪可是重罪，唯有坦白交代，主动认罪，才能争取减刑。千万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听到这话，林建平是彻底绷不住了，老实交代了作案经过。与此同时，另一边林北通过黑客技能统计发现，各大平台达到诽谤罪入刑标准的账号居然有1000多条，真是一个浪漫的数字。行啊，铁头娃们，咱就来个一生一世的羁绊。你们这些喷子以为有网络作为掩护就可以为所欲为，不管说什么做什么，不管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也不管对别人带来何等伤害，都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但是今天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你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上胡乱说话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念及至此，林北打开抖音开启直播，并给直播间定了个非常劲爆的名字，2日之期已到，恭送喷子入刑。直播刚开始便有无数观众蜂拥而入。北哥，我看到不少喷子发视频道歉了，就连微博、豆瓣、小红书3大禁区都有不少全是认怂。北哥牛皮啊！主播搞快点，我看你视频里还有不少勇士在那边上蹿下跳的，赶紧把他们都送进去。我就想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认怂了，还有多少人继续投铁。哈喽，大家好啊！龙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很多网络喷子也不想承受牢狱之灾，所以在过去的48小时里，确实有不少喷子通过各个渠道、各种方式向我道歉。不过呢，嘴硬投铁的勇士也不在少数。我统计了一下，到时间截止的时候，还没有道歉的网络喷子共有1314人。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没有道歉，为何不道歉？因为不怕。为何不怕？不怕就是不怕，我只能说6啊！我操，1000多人，这不得上演一波血流成河的大动作啊！必须支持，狠狠支持！看到直播间这么多观众们如此鼎力相助，林北也是感觉到体内热血沸腾。兄弟们放心，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说了起诉，咱就必须告到底。说着，林北就给律师张三打去了电话。张三律师，我这边统计了全网侵权言论达到诽谤罪标准的人，共计1314个，我要把他们全部送进去。不知道张三律师对这个案子感不感兴趣？林北，看来你这是要起诉全网的节奏啊！没错，我就是要起诉全网。这次的事件最开始确实是王书记他们3个搞出来的，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不少跟风带节奏以及网暴我的。在我澄清之前骂我也就算了，但是在澄清之后还是继续网暴我，那你说我能忍吗？这些喷子有一个算一个，一个都别想跑，我要让他们全部承担法律责任。张三内心震动不已，他着实没想到林北居然有这么大的魄力，遇到网络诽谤和网暴能够站出来起诉罪魁祸首，这是已经是遥遥领先了。可他居然还要起诉全网喷子，饶是有着法外狂徒称号的他，这会儿都被震惊了。感兴趣？我简直太感兴趣了，林先生，哦不，这么叫太生分了。我年长你几岁，就叫你林老弟吧。这个案子交给我，保证很行很可考。姐，我的诉状已经饥渴难耐了，希望这次的对手能给我带来一丝丝的挑战，要不就太过无趣了。两人在电话里初步达成共识，随后又简单沟通了几句后，林北便结束了通话。这时，直播间潜水的喷子们再也坐不住了，原本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幻想，觉得林北可能在哗众取宠，没想到他居然连律师都找好了。更关键的是，这个律师还是传说中一言不合就把对方律师甚至是敲锤的一起送进去的法外狂徒。北哥，我错了，之前我完全是被蒙蔽了双眼，误会你了，现在向你郑重道歉。主播手下留情啊，我前2天忙着走亲戚来着，没看到你发的澄清视频，根本不知道事件反转了。如果早知道，我肯定早就给你道歉了。主播，我还要考公务员，不能有案底，我愿意给你道歉，还可以赔钱，只要放我一马怎么都行。主播哥哥，你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林北知道网络喷子的尿性，在网上个个都桀骜不驯，嘴硬的不行，但在现实中却是任人拿捏的软蛋。然而现在面对林北，他们的嘴再也硬不起来了。兄弟们，这些网络喷子小仙女都想让我放他们一马，对此我只想说，不好意思，我他妈不是放马的。汽车撞墙你知道拐了，大鼻涕流嘴里你知道甩了，股票涨了你知道买了，要被起诉你知道改了，呵呵，晚球了。我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不好意思，你们不仅干不掉我，还得被我干掉。好好珍惜在外面的自由时光吧，毕竟很快你们就会去某个地方包吃包住，规范作息，按时劳作的地方体验集体生活了。如果因此而毁了你们的人生的话，那我真的很抱歉呢。说完，林北立马关了直播，他可不想再给那些网络喷子认错的机会。什么？咱小区要加装电梯？是啊，据说3楼网上都已经签了同意书，就剩下我们1楼和2楼的住户了。其实加装电梯这个事情本身，我和你妈是不反对的，也能理解那些住高楼层的邻居每天爬楼梯的辛苦。可问题是，这个电梯是装在单元楼外面的，也就是阳台旁边，到时候不仅严重影响采光，电梯上下还会产生很大噪音。那对于采光和噪音的问题，他们有没有给个说法？这些问题我跟他们提过，可人家就只是敷衍2句，也没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物业那边总是说什么加装电梯，我们1楼和2楼不用出钱，只需要在同意书上签个字就行。听他们那语气，好像不让我们出钱，还是我们占便宜了。什么人呢？这不是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吗？老爸老妈，咱家不会去故意阻挠安装电梯，但也不能任人欺负。虽然加装电梯是个好事，但不能因为方便高楼层就牺牲我们低楼层的利益。这采光和噪音的问题摆在面前，总得有个说法才行，要么解决问题，要么给补偿。谁说不是？我们也不指望靠这点补偿发家致富，但也不能任人欺负啊。就是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些话确实不好说。老爸，他们都好意思欺负咱了，咱还有啥不好意思说的？这样吧，你要觉得不好说，那就我来出面，反正我辈分小，啥话我都能说。就在林北老爸准备继续说事时，一阵门铃声突然响起。
建明哥，嫂子好啊！哟，这是林北吧？上次见还是你上中学那会，没想到一晃眼都长成大小伙了。这要是在外面碰到了，我都不敢认。在双方客套中，林北知道了这人的身份，他是这次家装电梯的主力推动者。建明哥，嫂子，这次过来呢，主要还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家装电梯的事情。你们是咱这北云小区的老住户了，肯定也知道咱这小区一直没个电梯有多不方便，尤其是住高楼层，家里有老年人的。哎呦，我跟你们讲，真的太难了。像我爸，他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好，下一次楼是真不容易。想出来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吧，也是有心无力，只能成天待在家里，都快发霉了。这不，我们就寻思，大家集资装个电梯，以后这个上下楼就方便多了。我专门咨询过工程队，电梯的初步规划已经完成，现在只需要所有住户签个同意书，就可以择日动工。马俊明看向林父林母，一副非常大方慷慨的样子。至于费用的问题，建明哥、嫂子，你们尽管放心，不管花费多少钱，都由我们3楼往上的几家共同承担，你们1分钱都不用出。我们虽然接触不算多，但我一直听别人说建明哥和嫂子都是好人，肯定能理解我这个做儿子的心情，对吧？眼见自己老爸老妈面露为难之色，林北直接开口说道：“马叔，我有个问题，这个电梯是装在外面吧？到时候肯定会遮挡阳光，而且电梯运行的时候也会产生噪音，这些问题怎么办？”这个我们楼上不也是一样的吗？加装电梯主要是方便你们高楼层的，对于你们来说利大于弊，你们当然没意见。可我们家在1楼，根本用不着电梯。你说因为这么个对我们家完全没用的东西，让我们家承担挡光和噪音问题，这不太好吧？小北啊，你还小，有些事情你还不懂。马叔，你看我一个小孩子都懂的事情，你肯定也懂。那你怎么不想着解决问题，就想着敷衍了事、蒙混过关呢？虽然打断别人说话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但对方摆明了没安好心，林北自然也不需要讲究那么多。哎呀，俊明，我家小北性格就这样，说话比较直接，你别介意哈。马叔，你别看我爸妈，这个事情我说了算，你有什么话还是跟我说吧。小北啊，我总听你爸妈说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肯定能理解我对不对？我父亲都70多了，腿脚也不好，他住在6楼，平时想下趟楼真的太不容易了，而且老人家骨头脆，这要是下楼的时候不小心摔了，我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后果。作为儿子，我这么做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老父亲上下楼方便一点，尽一尽孝道。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咱们这么多年邻居了，也得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对吧？况且孝顺父母才是我们龙国的传统美德。马俊明本以为拿孝道来说事，就可以道德绑架林北，自己就站在了不败之地，但很可惜，他找错了对象。马叔，我非常理解你尽孝的心情，但我也是儿子，我也想尽孝啊。你想让自己的父亲上下楼方便，那我也想让我爸妈住的舒心不是？这外面一装电梯，我们家就变成了黑房子，住着得多压抑。而且我妈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以后外面电梯轰隆轰隆的，更睡不好觉了。理解是相互的，体谅也是，我完全理解你。所以加装电梯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是说就一定不同意，但反过来讲，你是不是也得理解我们？这个挡光和噪音的问题摆在面前，总得有个说法吧？说了这么多，你不就是想讹钱吗？现在做父母的不出来，让小的出来顶啊？咋了？不讹点钱就活不了了吗？我跟你讲道理，你就觉得我是想讹钱是吧？怎么？难道不是吗？别人都没事儿，就你们家意见多，又是挡光又是噪音的，说这么多还不就是想要点钱吗？咋的？你们家掉钱眼儿里了？装电梯的费用没让你们分摊，就偷着乐吧，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你非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你就当我是为了钱吧。反正这本来也是我们应得的，加装电梯势必会遮挡阳光，也势必会带来噪音，凭啥为了方便你们楼上的，就得牺牲我们楼下的利益？就凭你们楼上人多了不起啊？对，就凭我们楼上人多就是了不起，还想要钱？我告诉你，不可能，我绝对不会惯着这种社会不良风气。加装电梯、老小区改造，这是受国家政策支持的，不是你们一家一户就能阻挡的。而且我儿子可是龙国政法大学高材生，他跟我说了，只要我们这栋楼2/3的人参与表决，表决的人里有3/4的人同意，那就可以安装电梯。所以相当于只要1半住户同意就行，你们一家一户的意见根本影响不了什么。我上门来征求意见，那是对你们家的尊重，但并不代表你们可以狮子大开口。你确定你儿子是龙国政法大学高材生？废话，那可是正儿八经的211重本大学。听到这话，林北笑了，自己可是掌握了全系法律精通技能，跟自己比懂法，完全是厕所里打灯笼，找屎行为。你刚才说的是民法典第278条规定，完整内容应该是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决定改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事项，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超过3/4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占比超过3/3以上的业主同意才行。也就是你刚才说的2/3和3/4。这条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业主大会运作难的问题，可不是让你们以多欺少、独断专行的。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多数人表态直接决定。可如果有人反对，呵呵，一票否决权，了解一下。你啥意思？意思就是在公示期间，只要有一户提出书面反对意见，你们这个电梯就别想装。如果强行安装，到时候你看我会不会举报违建就完了。小子，难道就因为你们一家反对，就让大家一致同意的事情推行不下去？就因为你们一家的矫情，就让整栋楼的邻居都受到连累吗？
别动不动就拿一顶大帽子扣过来。我们家又没说一定不同意加装电梯，但装电梯的前提是得解决我们家的问题，不可能为了方便高楼层就让我们低楼层无条件的迁就和退让。眼看林北态度坚定，马俊明只得黑着脸离开。这个马俊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加装电梯这事儿就是他在推动的。老爸老妈，你们先别着急，我先去探一探邻居们的口风再说。刚才马俊明说什么别人家都同意，就我们家有意见，这话我可不相信。我们先看看其他邻居都是什么想法，也好有个心理准备。臭小子，看来这种事情还得是你出马。大爷大妈，你们可能还不清楚，这个电梯是装在咱们单元楼外面的阳台边上，到时候家里白天都得开着灯，而且电梯上上下下轰隆轰隆的，会很吵，住着肯定闹心。被林北这么一提醒，老两口这才反应过来。老马家那混小子竟跟我说装电梯多好多方便了，这些麻烦事他是一个自媒体啊，还说什么加装电梯的钱他们楼上住户分摊，不用我们出1分钱。我精明了60来年，没想到林老差点栽个大跟头，幸亏小北你提醒我们。这都是小事情，他们这种人就是喜欢欺负老实人和老年人，不懂这些。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他们这种人。在林北挨家挨户的点拨下，邻居们也是幡然醒悟，对于加装电梯大都失去了积极性。另一边，马俊明接到了物业打来的电话，在得知对方所说的事情后，顿时一脸懵逼。曹经理，你说啥？我们这栋好几户都去你那边提交了书面反对材料。哎，不是，他们干啥呢？明明已经说好的事儿啊，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听那些业主说，是林建明一家在中间调的事。我真就操了。你先别发牢骚了，还是先看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吧。现在最大的刺头就是林建民那家，尤其是那个叫林北的小子，牙尖嘴利，说话一套一套的。只要把他们家搞定，其他人都好说。你看，要不召集3栋全体业主开个会，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个事儿搬到台面上来讨论，我就不信了，他们一家人将阻碍我们整栋楼的发展。那好，这是我来安排，不过我只会出面组织，不会过多干涉你们业主之间的事情。这个我明白，我会说服他们的。第二天一早，北云小区3栋业主们便接到物业通知，要围绕加装电梯的事儿展开一次座谈会。哟，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看到那个小子没？对，就是那个能勉强媲美读者颜值平均线的大帅逼，他就是最大的刺头。搞定他，咱这电梯多半也就能顺利安装起来了。切，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就算他再怎么牙尖嘴利，在今天这种大场面，我就不信他能翻得起多大浪花来。没错，我们2家10剁他一个还不简单啊！两人说话间，一个身材微胖的男子走了过来。既然大家都到了，那咱们就开始吧。今天这个座谈会的主题呢，相信大家也都清楚，就是关于加装电梯的事情。咱们北云小区是个老小区了，很多基础设施都不齐全，现在要加装电梯，不光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为大家谋福利的一件好事。但是吧，现在有些反对的声音，今天把大家伙儿召集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还请大家畅所欲言，咱们争取今天能有个结果。说完，隐晦的给马俊明使了个眼色，便坐了下去。后者收到信息，立马站起来开口道：既然大家都不说话，那我先说几句。我这人心直口快，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有啥说啥。要是无意中得罪了哪位，我提前说声抱歉。马俊明皮笑肉不笑的意思就是给大家提前打个预防针。咱们楼某些人，我说实话，真的是自私又贪婪。我为啥想装电梯？难道是吃饱了撑的，还是钱多烧的？那还不是因为我爸岁数大了，腿脚也不好。他住那么高，平时想下楼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都做不到。我就想让我爸上下楼方便一点，我有什么错？怎么有些人非要阻碍我尽孝呢？而且这个电梯本身就是造福大家的事情，谁家没老人？就算现在没有，以后也会有吧。而且偶尔搬点重物，有电梯肯定更方便啊。可有些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住低楼层是方便了，一点都不为咱们住高楼层的邻居着想。就装个电梯这么简单的事情，又不用他们出钱，还非得扯什么挡光啊、噪音啊之类的问题。说这么多，还不就是想讹钱吗？都邻里邻居的，怎么好意思开口的？咱就是说。一边说着，马俊明还一边往林北这边看，他就是要集中火力对付林北。可马俊明却没注意到，自己以为是单体攻击，其实无意中攻击了所有反对的人。就是这次加装电梯，我们6楼可是出了大头的。况且电梯装起来又不是只有我们6楼用，其他楼层也都能用。我们愿意出更多钱，已经让了很大一步了。但希望某些人明白，我们做出让步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可不是为了让他狮子大开口，趁机敲诈勒索的。哼，如果我住在1楼，肯定不会像某些人那样阻挠这种造福大家的事情，更不会厚着脸皮趁机讹钱。哟，都看我呢，那我也说说我的想法。恕我直言，刚才那2位6楼邻居说的话纯属扯淡。就说那位马先生吧，他一直在强调他老父亲不容易，还说自己装电梯是为了尽孝。尽孝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我还是那句话，谁爸不义谁弥补，别把遗憾带入土。实在不行找保姆，不当的就是主。总结一句话，严厉打击孝顺外包，自己的父母自己孝顺呗，绑架别人算怎么个事儿？你想让老父亲上下楼方便，你大可以自己搬过来跟他一起住啊，有你这儿子贴身照顾，老人家还怕下不了楼吗？说完，林北笑眯眯地看着马俊明。这时其他邻居也反应了过来，就是你一个劲儿的说自己老父亲不容易，并以此道德绑架别人同意加装电梯，那你为啥不搬过来跟父亲一起住呢？合着你自己尽孝，还要裹挟别人，不装电梯难道你就不能尽孝了吗？此刻马俊明脸色难看，内心一阵恼火，他可不想跟行动不便的老人住在一起，太麻烦了。我来照顾我爸当然没问题，但我年轻时候腿受过伤，自己爬楼梯已经很艰难了，要是背着我爸上下楼，可能我们父子俩都得从楼梯滚下去，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今天这座谈会说的是装电梯的事，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故意混淆大家的视线。
没想到这家伙脑子转的倒是挺快，不过没关系，刚才不过是开胃小菜，正餐才刚刚开始上桌。行，那咱就说电梯的事儿。刚才2位6楼的邻居一个劲儿的说我们这些住在低层的业主自私贪婪，还说我们讹钱敲诈勒索，我就纳闷了，凭什么我们正当的诉求就要被这样定义？单元楼外面加装电梯，对于高楼层来说是利大于弊，但对于我们1、2楼住户来说，那就是弊大于利，不但没有什么用处，反而还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不是事实吗？凭什么你们图自己方便，想尽孝就得让我们让步？对，说实话，这破玩意儿对我们来说屁的用没有，就算是有补偿我都不乐意，更别提分逼补偿都没有了。不过呢，这个老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确实有必要，这也确实是一件造福大家的好事，我自然不会说因为自己的原因就强行阻挠，所以我这边有个建议，绝对能够完美解决现在的问题。哦，那你说说是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咱们2家换一下房子，你不说你父亲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吗？那换到1楼正合适，无论是想遛弯晒太阳，还是呼吸新鲜空气，随时能出门，多方便啊，对吧，马先生？对个蛋儿啊，你以为房子是玩具吗？说换就换，而且就算我跟你换了房子，我爸是方便了，可只要不安装电梯，那其他邻居不还是不方便吗？谁说不安装电梯来着？电梯肯定还是要装的，而且这个安装费用我个人全包，不用邻居们出1分钱。不过呢，咱安装电梯确实对低楼层住户有影响，所以我们高层住户对1、2楼住户每家补偿1点钱。当然了，马先生你是肯定不会要这个钱的，对吧？毕竟你刚才可说了，如果你住1楼怎么样，真是高风亮节，我非常佩服。安装电梯这事林北大概了解过，像这种6层楼高的老式居民楼，其实费用没有想象的那么高，20来万差不多就搞定了。对于身怀1个亿小目标的林北来说，区20万小意思罢了。马先生，我这个建议你觉得怎么样？这可是一举4得的好事啊，其他邻居肯定不会有意见，现在就等你点头了。这年轻人，我操！马先生，现在咱们这栋楼能不能有电梯用，可就全看你一个人的了。对呀，咱们这么多年邻居，你可不能太自私，得理解一下住在高层邻居的难处。见马俊明半天没说话，林北再次笑着说道：哎呀，马先生，你脸色怎么越来越难看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你赶紧表个态，早点回去休息。曹经理，你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呢？曹经理目光闪烁了2下，从物业经理角度来讲，这个建议他肯定是举双手赞同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跟马俊明也算是朋友，不好直接卖队友。那个大家怎么想的？安装电梯是好事，相信大家没理由反对，而且林北都愿意承担电梯费用了，我们赔给1、2楼邻居1点补偿也是理所应当。见到这种情况，马俊明的脸色那是越来越难看，就跟吃了17、8只旱厕茅坑里的蛆一样。老马，你就自求多福吧，虽然我跟你算是朋友，但眼下这种情况我是帮不了你了，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曹德爽没理会马俊明的眼神，一脸真诚地对林北说道：那个林北是吧？我跟你爸妈都挺熟的，刚才呢我口无遮拦说错了话，叔在这儿给你道个歉，真心对不住，希望你别将刚才的事放在心上。你的建议我也觉得非常好，完美解决了我们3栋存在的问题，很好的为大家伙谋了福利，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支持和鼓励。超，你他妈是真不要脸了！当初说好的共同进退呢？现在为了省2个逼钱，你是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曹叔叔不用这么客气，其实刚才那些话我完全没放在心上，这点小误会过去就过去了。你小子真是好样的，虽然年纪不大，但做人做事没毛病，够仗义。老马，你看看人家林北都愿意个人承担加装电梯的钱了，你是不是也表个态？这换房子以后，你爸就可以随时出门遛弯，多方便啊！对呀，老马，大家都同意，现在就剩你了，你是怎么想的？眼睁睁看着2个盟友都倒戈相向，马俊明气得浑身颤抖。他没想到，本来是发动高楼层住户逼迫林北签字的，可现在却变成了林北发动整栋楼的住户逼迫自己换房。干什么呢？这是咋了？你们还要强迫我换房子啊？老马，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这不是在商量吗？没人逼你。就是嘛，老马，你别激动，我们咋可能逼你换房子呢？但这确实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我觉得你没理由不同意啊。马家那小子，前2天你还上我家跟我说这个安装电梯对1楼没什么影响，而且听你的口吻，那是个大好事儿啊。现在不要你出钱了，你怎么又不乐意了呢？俊明，大家都是邻居，现在装电梯那也是为整栋楼着想，家里有老人就不说了，就算没老人，每天上上下下的爬楼梯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将心比心啊。你们这是在道德绑架。哎，可我们只是用你对待我们的方式对待你而已啊，你怎么就生气了呢？林北，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有2个臭钱就能怎么样，反正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不换就不换，法治社会，我就不信你们还能强迫我换房。小北，你别生气哈，马俊明那个人就是个牛脾气，我们会帮你劝劝他的。就是，这可是咱这整栋楼的大事，可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把事情给耽搁了。谢谢各位长辈们的支持，在这儿呢，我也再次表个态，刚才我说换房子和承担电梯安装费用，绝对不是一时的气话，是认真的。只要马俊明跟我们家换房子，我立马联系人来安装电梯，费用全包。在座谈会结束之后，几个邻居便组团来到了马俊明家里进行劝说。对于不用自己花钱的好事，这些人还是很积极的。老马，你看你说的，这咋能叫卖呢？你想想看，你父亲他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出门都得拄拐，住6楼没电梯是真不行。这要是换到1楼，不就方便多了吗？曹德爽，你少他妈在这里说风凉话，合着换房子的不是你呗？
老马，我知道你不甘心，可你想啊，老爷子那耳朵，你跟他说话基本靠吼，电梯那点噪音根本影响不了他。再说挡光什么的更是小问题，白天出去溜达，晚上回家开灯，怎么看这换房子都是好处大过坏处的。就是啊，老马，你就算不为我们考虑，也得替你父亲着想吧，他肯定更乐意住在1楼，能随时出门，不至于跟坐牢似的，想出门都办不到。老马，你总不能因为自己跟林北的个人恩怨，就妨碍这个造福大家的好事吧？做人可不能太自私。姓吴的，你他妈说谁自私呢？咋了？说你自私有问题吗？当初你来我们家让我签同意书，你是怎么说我的？你没说过我自私吗？难道就你能说我不能说你？什么玩意儿？眼瞅着两人就快干起来了，曹德爽连忙出言劝阻。老吴，你看你说的，老马的为人我还不知道吗？跟自私压根儿就搭不上边，更加不可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就耽搁所有邻居的那什么。老马，你再好好想想，我们就先走了。小明啊，刚才的事情我也听明白了，要不咱就跟1楼换了房子吧。爸，这里面很多事情你都不懂。现在1楼那个小逼崽子就是在道德绑架我，你说他就比我家小帅大几岁，要是就这么被他拿捏了，那以后我这脸往哪搁？可我这身体你也知道，爬不了楼梯，住这么高跟坐牢有什么区别？再说了，换房子咱也没啥损失啊。怎么会没损失？爸，你以为1楼那么好心呢？我跟你说，那小逼崽子心里憋着坏呢。这电梯一装，1楼的房子就不值钱了，咱6楼可是会涨价的。你合计合计，这里外里咱得亏多少？说完，马俊明烦躁地回到了另一边装有电梯的家里。你干嘛呢？这是一回来挎着一张老脸。我现在火气很大，别他妈来烦我！一边咬牙切齿地说着，还一边在手机通讯录里翻找起来。超道德绑架我是吧？你他妈是不知道我认识电视台的人，我这就找人曝光你，让你们全家在于县都抬不起头来。爸，你快打开抖音看看，你上热搜了。什么？这小兔崽子，我跟他没完。马俊明本想找电视台帮忙曝光来着，结果这电话还没打出去呢，对方居然率先一步曝光他了。爸，你别生气，千万别气着自己。还有你，看着我就来气，我辛苦赚钱供你上大学，你看看你学的都什么玩意儿，跟我说什么2/3、3/4的，结果呢根本就不好使，这法律都向着他。爸，我才学法2年半，那有些没学到家的地方也很正常啊。反正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是骂我打我也没用，要不咱还是同意换房子吧。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连你也来逼我。爸，我不是逼你，实在是咱跟林北斗不起，他最近特别火，都上过好几次热搜了，而且我听说他还要起诉全网啥的。哦对了，张三老师就是他的律师。张三是谁？爸，你不知道张三，那可是我们司法界最顶级的存在，真正的大牛，据说还把敲锤的送进去一个。你说这样的组合，咱怎么跟他们斗？难道就让他这么欺负咱们？这咋能叫欺负呢？充其量只能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马帅虽然心里嘀咕，但这话肯定是不敢说出来的，不然他老爸铁定会让他回忆一下竹笋炒肉的味道。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咱也确实没办法。老马，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你别死要面子活受罪，我觉得换就换了吧。你说咱又不是搞房地产的，房子贬不贬值对咱又没多大影响，况且就那套房子总共也值不了多少钱，关键现在那房子是咱老爸在住，你让他选的话，他肯定更乐意住在1楼。对于老婆孩子的劝说，马俊明心里也明白，他知道自己有错，但当初他可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撂下狠话的，现在却要给一个小屁孩低头，就感觉心里憋屈的不行。算了，换就换吧，就当是为了小帅的爷爷。另一边，在接到马俊明同意换房的电话后，林北一脸诧异。他知道马俊明迟早会怂，但没想到对方怂得这么快。林北没有表现出丝毫愧疚和同情，因为这事是马俊明道德绑架在先，那他受到反噬也是活该。虽然为此花了20来万，但问题得到了完美解决，还给自己家里赚了波好名声，也算值了。接下来就是选个良辰吉日换房子，然后再联系工程队装电梯了。与此同时，法院那边给林北传来最新消息，庭审排期已经确定，开庭时间定在3日之后。兄弟们好，今天就是审判日，大家看我怎么暴杀网络喷子和小仙女就完了。林北，你个小兔崽子还敢过来？我闺女不就在网上吐槽了你几句吗？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能不能大方点？林北，我女儿还要考公务员呢，你这不是害人吗？今天你必须跟法官说清楚，让他们放了我女儿，不然我跟你没完。说吧，多少钱可以放过我老婆？你说个数，老子有的是钱。听到是林北来了，无数被告人家属朝他围了过来。干什么？你们把我围起来想干啥？我们没想干什么，就想求你高抬贵手，钱分量解说，我们可以真诚道歉，还可以给你赔钱。我只负责送他们去见法官，原谅他们是法官的事，其他的事与我无关。年轻人别把事情做得太绝，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呵呵，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过了今天，我跟你们还有见面的可能吗？不是，我就奇怪了，我闺女又没怎么着你，你用得着跟条疯狗一样咬着不放吗？我闺女可是一本大学毕业，你知道她有多么光明美好的未来吗？你这么做会毁了她的一生。这位大妈，你是出门走得急，把脑子落家里忘带了吗？你女儿什么大学毕业，有多好的未来，跟我有鸡毛关系？我只知道她网暴我，给我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
他的行为触犯了刑法，涉嫌犯罪，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还重点大学光明未来呢，少在这里做梦嘛！我告诉你，你这个号呢算是废了，建议你回去之后抓紧时间练个新号吧。可你不是好好的没什么事吗？只要我们把评论删了不就行了？犯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说这么多还不就是想讹钱？说吧，你要多少？为了女儿我砸锅卖铁赔给你。这个世界上可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钱来解决，你女儿还有其他所有被告都一样，犯的错不可原谅，不把他们送进去，我心难安。林北，你个黑心肠的小可爱，你这么祸害我闺女，你也不怕遭报应？张律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公共场合辱骂他人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条例吧？没错，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他人进行侮辱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罚款。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还规定，有追逐拦截他人等寻衅滋事行为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听到没有？你们是自己让开，还是我报警送你们一家整整齐齐的进去？北哥牛皮，会说就多说点。我没别的爱好，就喜欢看北哥对人。我勒个豆！从古至今，除了大闹天宫那位，也就只有咱北哥敢开这么大的团。主播没毛病哦，不把他们送进去，我这念头也不通达。那些被告家属们愣了2秒后才回过神来，一个个都要气炸了。你们这么多人围在这里想干什么？知不知道聚众闹事、威胁恐吓是什么性质？各位大部分都是远道而来，难不成想来个拘留所15日游？听到警察的呵斥，众人立马冷静了下来。行了，都散了吧，别挡在法院大门口。小伙子，你也真够胆子大的，竟敢这么直愣愣走过来。不是我胆子大，而是我行得正坐得端，所以没什么好怕的。更何况现场还有警察叔叔在呢，有你们在，所以我就很安心。哈哈，小伙子，你这性格我喜欢。现在人都散了，你们赶紧进去吧。好的，谢谢。老张，好久不见。是啊，好久不见了。不愧是法外狂徒，这人脉就是牛逼啊，跟中院的院长都这么熟。你呀，总是能给我玩出点新花样。瞧你说的，我只是个代理人，只为我的当事人服务。审判长苏贯彻目光复杂地看向林北，这年轻人第一次打交道就搞出这么个大动作，把整个龙国司法界都震动了。身为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都感受到不小的压力，不管判得重了还是轻了，都可能会爆发舆论危机，甚至引发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小伙子好样的，这个社会就需要像你这样较真的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仅仅是为了维权和出气，也是想为肃清网络乱象、杜绝网络暴力出一份力。好，说得好。不过现在已经快到开庭时间，我就不在这里久留了。考虑到这个案子被告人数突破天际，没有那么大的审判庭可以容纳1000多被告同时出庭接受审判，因此龙城中院特案特办采取了分批次审理的策略。林北，你他妈个王八蛋！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你就是帮王舒淇转发了一个黑你的视频，你犯得着这样害我吗？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小肚鸡肠的男人？屁大点事非得抓着不放，而且我都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就你这种下头男，活该一辈子单身，这辈子吃不上4个菜。面对几人的怒骂和指责，林北并未动怒，敢在庄严肃穆的审判庭骂人扰乱秩序，不用他出手，自然有人会收拾他们。请被告人注意法庭秩序，不得喧哗吵闹，辱骂其他诉讼参与人。今日依照刑法第246条之规定，龙城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网络诽谤、网络暴力一案，由我苏贯彻担任审判长，并依法组建合议庭，现在正式开庭。接着，书记员起身宣读法庭纪律，核实到庭人员身份等，这些都是庭审基本流程。随后，审判长苏贯彻按照程序询问林北是否愿意调解，毕竟是自诉案，从理论上来说，在宣判之前，林北随时可以调解撤诉。不过，已经走到开庭这一步，撤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林北拒绝调解，并请求合议庭对被告从重判处，以彰国法，以正视听，以安民心。调解是不可能调解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调解，只有把你们这些网络喷子小姐女都送进去吃公家饭，才能使我心情舒畅。听到林北这么说，被告们又纷纷开骂。审判长，被告人的态度您也看到了，没有丝毫认罪悔罪的意思，这种人简直罪有应得。原告拒绝调解，正式进入庭审。原告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自受到网暴以来，本人每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非常焦虑，精神状态奇差，日常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本人恳请合议庭能够重判严判。就这样，这场庭审足足用了4天，才总算是审理结束。到了第5天，终于轮到罪魁祸首王舒淇接受审判。王小姐，我跟你说，这个案子对你很不利，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最轻辩护的策略。待会儿你要做的就是认罪认罚，一定要拿出你的态度，赔礼道歉。林北，你个王八蛋，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你要这样害我？你可不要乱说话，我什么时候害你了？你还不承认？那天我去找你，你偷拍了视频，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故意等着事情闹大了你才跳出来自证清白，不就是想让我量刑更重吗？你在这装什么傻？你不光害我，还害我爸妈，现在我家都被你毁了。此刻的王舒淇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要不是法警在旁边，他可能都冲上去开撕了。你可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啊！难道是我拿刀架你脖子上逼你写小作文冤枉我的？真可笑！你差点让我身败名裂，人人喊打，现在怎么舔着个脸在这儿说我害你的？可你不是没事吗？再说了，我们可是亲戚啊！
你怎么能这么做？我之所以没事，那是因为我幸运，无意中拍下那天跟你说话的全过程，否则只怕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跑断腿都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至于亲戚，呵呵，当初你故意散布谣言抹黑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们是亲戚？现在站上被告席了，即将被审判了，一想起来我们是亲戚了，不好意思，我只跟人做亲戚。王小姐，马上就要开庭了，你要冷静啊。开庭。审判长先生，被告人系统一行为触犯多条罪名，符合想象竞合，不适用数罪并罚。我建议应择一重罪，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王舒淇听到这话后，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连忙扭头看向旁边的辩护人，这是他唯一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了。不愧是法外狂徒张三老师，果然很厉害。刚开局就让我感受到巨大压力，但我暴龙心也不是吃干饭的。我苦学法律多年，只为求得今日一鸣惊人。我方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但不认可其证明力度。众所周知，审查案件的证据必须遵循3个原则，即证据三性、客观情况下的真实性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性、取得刑事的合法性。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不被法庭采纳。我方当事人对诽谤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愿意向被害人认错、道歉以及赔偿损失。但是，我方当事人并不成立寻衅滋事罪。根据刑法第293条的规定，寻衅滋事罪有4种行为：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并且都需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而我方当事人只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帖，其行为固然构成诽谤罪，但并不符合上述4种情形。因此，我恳请合议庭判定我方当事人寻衅滋事罪不成立。这哥们儿学艺不精啊，虽然有点东西，但是不多。你刚才在那里列举了半天刑法中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说得很对。但如果我拿出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请问阁下如何应对？解释中的第5条明确规定，编造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符合你刚才说的寻衅滋事罪第4种情形，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完犊子！当年司法考试的时候，貌似就考到这个来着，但好像也许大概不是这么解读的吧。虽然这个司法解释确实有这些内容，但我认为公共秩序指的是公共场所秩序。我方当事人是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帖，这个并不算。别说了，这个法条不是你这么理解的。暴龙心听到这话，顿时有些不乐意了，有些不服气的说道：“张三老师，虽然您很厉害，但不能这么武断吧？我认为我并没有理解错。你就是理解错了，这法条就是我参与起草编撰的，我还不清楚。”来，我给你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公共秩序并不单指狭义的公共场所秩序，也包括网络秩序。不操，己方律师居然拥有法律最终解释权，好家伙，学法律的碰上编法律的，这你跟谁说理去？鲍律师，你别发呆了，赶紧反驳他呀！我特么请你来给我辩护的，不是让你来当吉祥物的。暴龙心内心暗暗叫，对方摆明了就是个挂壁，你让我怎么打？赶紧的，小心我投诉你。我觉得我方当事人发帖之行为，并未达到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程度。首先，寻衅滋事罪被其称为口袋罪，一方面是说很多情况都可以往这个罪名上面靠，另一方面也是指出了这个罪名边界不明的特点。其他刑事犯罪基本都有很清晰明确的界限和定义，比如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实施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从而构成的犯罪。又比如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寻衅滋事罪不同，边界太模糊了。同一种行为，你说它是寻衅滋事罪没毛病，说它不是寻衅滋事罪也说得过去，具体如何裁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认为我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我反对辩护人所说被告人之行为并未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言论。被告人发布的第1条微博，通过伪造视频诬陷我方当事人猥亵，浏览量过千万，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和讨论度。第2条微博声称其在中学时代80同学是被我方当事人威逼的，再次引起巨大反响，相关话题在各大平台冲上热搜，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我方当事人的网络暴力。仅仅是达到刑事犯罪标准且并未道歉而被提起自诉的就超过1000人，这般程度如果还不算严重混乱的话，那么请问到底要怎样才算严重混乱？此外，被告人先后2次发帖的行为也足以证明其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性，因此被告人成立寻衅滋事罪，而辩护律师方才所言简直是一派胡言。这种逻辑不通、强词夺理的话，就不应该从一个法律人的嘴里说出来。老天啊！如果我有罪，请让法律审判我，而不是让张三写虐我，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此时，连审判长苏冠彻都看不下去了，直接敲响法锤，宣布法庭辩论结束。听到法锤的声音，暴龙心感动的差点哭了，从未有一刻感觉法锤声是如此动听。被告人王舒淇经过双方律师激烈的辩护，现在本合议庭决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你认不认罪？我认罪，我确实诽谤了林北。
没道理啊！王舒淇居然认怂了，这可不像他的风格啊！可是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他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是林北先骂我们一家的，如果他不犯贱，那我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发那个微博诽谤他。而且我严重怀疑林北早就知道我要干什么，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就是要引诱我上钩，否则怎么解释他拍的视频？这分明就是在钓鱼执法。王舒淇越说越激动，嘴巴像机关枪一样，根本停不下来。而且林北明明有证据，不早点拿出来，偏偏要等到话题上了热搜才出来自证清白，明显就是故意加重我的罪名，他这就是故意害我。就因为林北，全网都在骂我，我受到的网暴比他严重多了，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如果我是寻衅滋事罪，那他凭什么不是？他凭什么一点责任都没有？我不服，这是什么狗屁法律？林北，你个臭傻逼，你不得好使！被告人，请注意你的情绪。你个老东西，别在这哇哇乱叫！随着王舒淇的爆吼，顿时现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全都亚麻呆住了，眼睛瞪得溜圆。苏贯彻没想到，他从书记员一步一步做到龙城中院院长，这么多年还从未在法庭上被人指着鼻子吼过，也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的被告。至于暴龙心，则是一脸的生无可恋，先被大魔王 BOSS 血虐一场就算了，现在还特么被猪队友被刺一刀。被告人，这里是法庭，不得喧哗吵闹，请遵守法庭秩序。我就不遵守，咋的？你有本事拿枪来打我呀！面对这种失去理智的被告，苏贯彻也懒得和他争吵，直接敲响法锤。经5日连续开庭，本案到此已经全部审理完毕。接下来合议庭会认真分析、仔细研究、酌情考量，3日后开庭宣判。现在休庭。喂，我还没说完，凭什么闭庭？回来，你给我回来！龙城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于本次大型网络诽谤、网络暴力一案已审理完毕，经合议庭研究讨论、核定裁量，现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王舒淇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诽谤他人，对被害人造成严重伤害，并严重扰乱网络秩序，依据刑法第246条、第293条之规定，构成诽谤罪、寻衅滋事罪。因其是同一行为触犯2条罪名，符合想象竞合，则一重罪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000元，另需赔偿被害人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共计5万元，并承担原告所有诉讼费用。被告人朱菲菲依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构成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被告人李茉莉构成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此，本次网络诽谤、网络暴力案的3个罪魁祸首分别得到了各自罪名的顶格刑罚，就算请来再牛批的律师，也回天乏术。天作孽有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接着，一道道判决被当庭宣读，犹如一柄柄工程巨锤，狠狠地砸在相应被告人的胸口上。所有被告罪名成立，全部获刑，无一例外。至此，这场轰动全网的网络诽谤案也终于是落下帷幕。张老哥，现在案子已经完结，咱必须一起吃个饭，让我好好款待一下你才行啊！林老弟，我手里还有很多案子要处理，就不在这边久留了。吃不吃饭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后再有这种具有挑战性的案子，务必找我。既然张老哥你还有案子要处理，那我就不留你了，下次一定好好款待你。好，希望下次唯有惊喜等着我。就在林北也准备离开时，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传来的声音。丁，任务网络小作文已完成，综合评价 SSS 加，恭喜宿主获得 SSS 加级奖励，请问是否查收？没想到竟然爆出了 SSS 加奖励，系统打开奖励。丁，恭喜宿主获得现金奖励300万，现金已经存入宿主银行账户。丁，恭喜宿主获得宗师级疯狗拳精通技能。等等，系统，这疯狗拳是什么鬼？回宿主，疯狗拳是一门无限制格斗术，出自建国后唯一有击杀记录的门派，创始人为爆丸小子陈大师，其招式神鬼难防，其打法无迹可寻，其步伐杂乱无章，常需搭配尖叫怪叫声干扰敌人心智。我尼玛，还以为是什么很牛批的技能呢。系统，这 SSS 加奖励不会就这吧？当然不会。丁，恭喜宿主获得超级豪车劳斯莱斯福影 Bolt KO 一辆，全球限量4台，价值1.8亿。车子已停放在路边临时停车位，车钥匙已放入宿主裤兜，相关证件在车内扶手箱，请宿主尽快前去开走。我的乖乖，价值1.8亿的车，简直难以想象是何等神车，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说着，林北连忙将车钥匙拿出来，仔细端详了一会，便奔着停车位而去。啊，这可怎么办啊？看着面前这辆被撞出明显痕迹的车，骑车的老大爷吓坏了。而刚赶过来的林北心疼的倒吸一口凉气，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一个穿着黑色大衣、身材高大的青年突然挤到前面。我操！我的车，你个老东西，这么宽的大马路，你都能刮到我的车，你眼睛是长到屁股上了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刚才实在是太滑了。行了，你别跟老子废话，赶紧赔钱。老大爷没想到自己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居然被一个年轻后生一口一个老子的辱骂，心里很是憋屈，但想到自己是过错方，只得把这口气憋回去了。那要赔多少钱？不多，你就赔个10万吧。啥？10万8？老板，这就蹭了点皮，你要我赔10万8呀？老头，你耳朵是长毛了吗？看到没？这是啥？劳斯莱斯小金人，这可是豪车
中的豪车，我这车值多少钱说出来都怕吓死你。我也是看你一把年纪了不容易，要不然你以为这只是区区10万能解决的？来，你问问周围人，你让他们说10万多吗？这种级别的豪车剐蹭了，只让你赔10万，真心不多。没错，能10万块解决问题，老头你就偷着乐吧。这要是我剐蹭的，车主只跟我要10万的话，我高低得给他磕一个。行啊，有点意思，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我倒要看看这个逼还能干出什么事来。老板，我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你看这钱你先收下，剩下的。老头，你他妈打发叫花子呢？这么点钱够干啥的？说最狠的话，做最暖的事，土豪哥没毛病哦。那老头，土豪哥只让你赔10万块已经够意思了，你别蹬鼻子上脸。这个世道可不是谁穷谁有理的，你给人车剐蹭了，赔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况且土豪哥都大发善心了，你还想咋地？别说了，待会儿那老头往车前面一躺，说不定车主都得倒给他钱。看着几人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人帮他说话，老大爷心里哇凉哇凉的。你们怎么这样，凭空无人清白？我虽然没啥本事，但我还豁不出这张老脸来赖账。老板，车是我创的，我肯定认，可我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写个条子，剩下的钱我努力卖废品还你。写条子有个坤巴用，回头你找个地方猫起来，我上来找你去。再说了，看你这逼样，指不定哪天眼睛一闭不睁，就他妈过去了。操，真是流年不利！你说剐蹭豪车的肇事者是谁不行，偏偏他妈是个捡破烂的，浑身上下就那么屁点的钱。眼前的男子其实是个扒手，平时干的就是偷鸡摸狗的事情。今晚成功了几单，正准备去老地方找个适龄女青年来一场彩礼日结的恋爱来着，结果正好瞅见停在路边的豪车被剐蹭了，他就想冒充车主搞点钱，可谁曾想肇事者偏偏是个穷光蛋。算了，看你这穷酸样，把你卖了都凑不够10万块，就当老子做慈善了，你给我拿1万，这是拉倒。哎呦，老板，你真的是天大的好人，可这1万我也拿不出来啊！要不老板你给我个地址，我就算卖血我也把钱凑够给您送上门。我真就超了，碰上老子算你走运。来，赶紧把你身上的钱都先给我，剩下的你后面再补。老人家你也不容易，就别赔钱了，走吧。青年男子上下打量了林北一眼，见林北穿着普通，根本不像有钱人。青年男子顿时松了一口气。不是你他妈算老几啊？这有你啥事？老子的爱车被蹭了，让这老头赔钱有毛病吗？用得着你在这里逼逼赖赖的？去，哪暖和你上哪待着去，别在这里发癫。林北没搭理青年男子。如果这老大爷上来就是一副我穷我有理，我牛逼的滚刀落姿态，那我有的是办法制裁他。但这位老大爷并没有耍无赖，他虽然没钱，但有骨气，也愿意承担责任，抬一手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有系统赚钱很容易，这点差损压根不算啥事。小伙子，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别插手。小伙子，你还年轻，这里面水很深，你把握不住的。说来说去不就是道德绑架吗？不容易就咋了？撞了别人车不用赔啊？这是哪里跳出来的圣母婊？你觉得他不容易？有本事你替他赔钱啊！听到周围人的声音，青年男子也是冷笑一声，说道：“小子，我这车可是劳斯莱斯，豪车中的豪车，你打工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车轱辘，要是送去4S 店定损，50万以上一点问题没有。不过小爷我有的是钱，而且看着老头确实挺可怜的，所以才大发慈悲，象征性的让他赔1万。你他妈倒好，跳出来装醉掉的，咋的？你让他走了，你给我赔啊！现在你是心高气傲，等定损单出来，我让你生死难料。”林北脸色一沉，没有跟对方废话，直接把车钥匙掏了出来。你他妈拿个打火机出来想干啥？你以为给我点根烟这事就完了吗？现在我说他不用赔钱，有问题吗？卧槽，假李鬼碰到真李逵，这下完球了。那个啥，兄弟，谁是你兄弟？别搁这儿跟我套近乎，我可从来不会跟你这种心术不正的人做兄弟。还有，这车什么时候过户成你的了？我这个车主咋不知道？误会，这都是误会。那啥，是我看错车了，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车被撞了，一时着急没注意看，实在是不好意思。那个谁，老头，我也跟你说声抱歉。说完，青年男子便想离开。哥们儿，你犯法了知道吗？这就想走，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麻烦谁帮忙报个警？小子，你找指示吧，滚开！哟，黑社会呀！小子，我劝你别跟我硬碰硬，我受的是伤，你丢的是命，撒冷的滚开！你很会打吗？你会打有个屁用啊！出来混要有常识，要讲法律。你是真不知道昆山龙哥是怎么没的啊？我拦你是见义勇为，你动武是故意伤害，我再反击那叫正当防卫。说打屎只吹牛逼，但一失手也没准，而且还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不信的话，你就试试。就在双方对峙了一会后，警察赶回来带走了青年男子。小伙子，我撞了你的车，我得给你赔钱啊！林北没说话，拎着钢筋来到3轮车旁，单手把车扶了起来。大爷，你撞我的车，我砸你的车，咱们扯平了。小伙子，你是好人，真的谢谢你了。我撞了你的车，你没让我赔1分钱，我这心里过意不去。这谁的钱都不是打工刮来的。行了，大爷，真不用你赔钱，我赚钱比你容易，这点小剐蹭对我来说不是啥事儿，别放在心上。见老大爷还是坚持要给钱，林北实在拗不过他。要不这样吧，我晚饭还没吃，正好饿了，你请我吃碗面，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那好吧。钱了，老头，什么时候寄过来？这都开学1个多星期了，学校一直催着交学费呢，你再拖着不给钱，我家孩子可就只能出去打工去了。不能让孩子去打工啊！现在这年头，读书上学才是唯一的出路。你让孩子出去打工，可能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我也不想啊，可现在学费凑不齐，我有什么办法？你当初可是承诺要供我家孩子大学毕业的，现在他才高3，正是最关键的时候，你不会舍不得给钱了吧？你千万别多想，这个学费我肯定会想办法凑齐的。我们村里过几天有些年轻人就要去南方打工了，你最好赶紧把钱给我寄过来，要不我就让我家娃跟他们一起出去打工。
看到老大爷眉头紧锁，一副焦急的样子，林北便开口询问道：“冯大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几年我一直在资助一个贫困学生，已经从初中资助到高中了，还要继续资助他到大学毕业。除了学费之外，对方家里经常打电话过来要钱买衣服、鞋子、文具、参考书啥的，基本上每次卖废品的钱都被要走了。这不，现在又打电话过来要学费、书本费、资料费，杂七杂八的，加起来要8000块钱。之前我已经凑了5000寄过去，现在还差3000呢。小林啊，你肯定上过大学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读书的重要性。那孩子还没成年，早早进入社会，很容易走上歪路的。这冯大爷的善举，跟当年那位被评选为感动龙国人物的白老一样，让人心底钦佩。可刚才电话里那个女人的声音，却让人非常不爽，语气里没有半点尊重，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仿佛冯大爷欠他的一样，甚至怀疑送孩子去打工来威胁冯大爷。没想到这世界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冯大爷，你是一片好心，可刚才那女人的态度，明显是将你当成冤大头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欠他钱呢。他这种人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也知道他态度不好，但不管怎么样，孩子是无辜的，总不能因为他妈态度不好就让孩子没学上吧？那也不能任由他们这样吸你的血吧？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我就不相信他们夫妻2个人还供不起一个孩子上高中。咋了？他们是没手没脚，还是遭过啥天灾人祸啊？这倒是没听说，我只知道他们家很穷，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们就算再穷，好歹2口子挣钱，现在顶多也就40来岁吧，怎么好意思动不动就跟你要钱的？而且刚开学哪用得了8000块？这不狮子大开口吗？冯大爷，你只是好心资助，可现在他们明显是把你当成提款机的节奏啊！照这样下去，他们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直到榨干你，估计才会罢休。面对林北的提醒，冯大爷神情恍惚，表情纠结。虽然知道对方有问题，可有问题的是家长，孩子是无辜的，他实在是不忍心让一个还没成年的孩子被迫离开校园，过早步入社会。小林，你说的我都懂，可读书几乎是那孩子唯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途径。我反正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手里头留着钱也白瞎，倒不如拿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钱花在孩子身上，总好过浪费在我这个糟老头子身上。这一刻，林北做了个决定，他觉得一个善良可敬高尚的老人不应该被人欺骗，他一番善举更加不应该被人践踏。冯大爷，你也别为了钱的事儿着急上火的。这样吧，明天我跟你一起去这个孩子的学校打探一下情况，如果确实困难，那这个钱我替你出了。怎么能让你出呢？算我借你的。见冯大爷还是那么执拗，林北也没说啥。第二天一早，林北就带着老大爷来到了黑水一中。2位好，我是黑水一中副校长贾光明。贾校长你好，资助人是这位冯大爷，他资助的对象是一个叫朱旺的高3学生。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这位同学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也会伸出援助之手。看到资助人居然是这个穿着破破烂烂的老人时，贾光明顿时肃然起敬。原来如此，失敬失敬，2位请稍等。小李，你给我调一下朱旺的档案，对了，再把他班主任喊来。校长，我在档案库里没找到朱旺的档案，学生系统里我也查了下，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学生的入学记录。档案和记录都没有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学校压根儿没有朱旺这个学生？是的，校长，他根本就没有在我们学校办理入学。什么？后生，你是不是搞错了？那孩子叫朱旺，朱是朱元璋的朱，旺是看望的旺。他今年读高3，过年前期末考试全年级排名前100，学习很好的。老大爷，我确定没有搞错。怎么会这样？昨天他妈还给我打电话说学校要8000块钱学杂费，再凑不齐就让孩子退学的。冯老先生，我听你说那个朱旺上初中你就开始资助他了对吧？你还记得他初中是在哪个学校吗？应该是3中，对，就是3中。好，请稍等一下。哎，老张，是我，有个小事需要找你帮忙。是这样的，你们学校有一个叫朱旺的学生，应该是前几年升上你们学校的，你帮我查一下。哦，是这样的，我知道了，谢了老张。挂断电话后，贾光明看向冯大爷和林北说道：“老先生，我刚才给3中校长打电话，朱旺之前确实在3中上过学，不过他在初3的时候跟同学打架，下手没轻没重的给一个孩子打伤了，反正挺严重，赔了不少钱，后来他就退学了，连中考都没参加。”贾光明这番话彻底打碎了冯大爷内心深处残留的那一丝希望，他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被人狠狠地践踏了。就在林北准备安慰几句时，冯大爷的山寨手机突然响起：“喂，凑够钱了没有？今天学校老师又催了，全年级就剩我们家小旺还没交钱，你这一直拖着是几个意思啊？现在小旺可是最关键的高3，他要是因为学费的事情影响了学习，到时候考不上好大学，你负得起责任吗？实在不行你卖下去啊，多卖几次不就有钱了吗？”李桂兰，你还在这里满口瞎话！朱旺早在初3就辍学了，要不是我来黑水一中了解情况，还不知道要被你骗到什么时候。啊，这你都知道了，不过知道又能咋地？没错，小旺初3就不上学了，但这跟你有关系吗？还专门大老远跑过来调查，不想给钱就直说，你这一副当了婊子还一抬杠的架势。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我说的有问题吗？你以为你是什么大善人啊？你给我们家钱还不就是图个好名声吗？我们拿钱，你的名声谁也不欠谁，就那2个臭钱，你还想高人一等啊？这时林北实在看不下去了，从他手中拿过手机，冷声道：“冯大爷资助朱旺是为了让他完成学业，他退学后就不应该再享受资助，可你还是以朱旺上学各项费用为由继续向冯大爷要钱，这已经涉嫌诈骗，立刻把这些钱一分不少还回来，否则我们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你又是哪根葱？这里有你啥事？闲着你了，钱是那老头自愿给的，我又没拿刀逼他给钱，头一次听说捐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的，还法律途径，真的笑死个人了。咋了？是活不起了吗？活不起就去死，别来这里恶心人。
就算是给流浪狗喂几块大补，他还知道摇摇尾巴呢。可这女人吸了冯大爷5、6年的血，非但没有半点感激之情，反而还能说出这种狗屁话。行，你可太行了。既然你这么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把你送进去。冯大爷，这李桂兰的态度你也看到了，你对他们一家掏心掏肺，可他们一家却只想吸干你的血，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些钱就算拿去喂狗，也不能便宜了他们一家子白眼狼。钱必须要回来，人也必须送进去。可是小林，这钱真能要回来吗？还有把人送进去是什么意思？送到哪里？冯大爷，你给朱旺捐钱是为了什么？自然是为了让他完成学业。这就对了，你捐钱的目的是为了让朱旺完成学业，也就是说，你给他们家的每笔款项，其用途都是教育。可朱旺在初3就辍学了，之后的时间里，李桂兰还继续以上学为由跟你索要财物，其目的肯定不是为了供孩子上学，这种行为就涉嫌诈骗罪，这是刑事犯罪，他们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对了，冯大爷，你有没有跟朱旺一家签什么资助合同之类的？林北问完，冯大爷却苦笑着说道：“有的，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想着让孩子有书读。不过我打钱的时候都会备注用途，因为我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李桂兰每次打电话过来要钱，我都会在本子上记着，不记着点，很可能转头就忘。”说着，老大爷拿出一个笔记本，林北将其拿过来，粗略的看了一下。好家伙，谁家贫困生上个高中每年能花3万块，而且学杂费让冯大爷出也就算了，连买鞋买衣服、感冒发烧、买自行车的钱都找冯大爷要，真是小刀划屁股开了眼了。这个金额很行，已经达到诈骗罪数额巨大的标准，3年以上10年以下没得跑了。怎么样，小林，这个有用吗？有用，这个笔记本加上转账备注，再加上昨晚和刚才打电话的录音，这些证据差不多够了。那个林先生冒昧的打扰一下，你是律师吗？不，我只是一个法律爱好者。没想到那老东西心眼还挺多，就不能先把钱打过来后再去调查吗？真是有病。妈，你说谁有病呢？还有那钱什么时候才能打过来啊 ？Rock 搞活动可只剩最后3天了。看到儿子出来，李桂兰一张老脸立马笑得跟菊花一样灿烂。宝宝，你饿了没？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少说这些有的没的，我问你钱呢？我买电脑的钱呢？宝宝，你别生气啊，钱的事情妈妈一定会想办法的。不是，那老壁灯还没打钱吗？以前每次他都按时打钱的，这次怎么拖这么久？不会是老年痴呆了吧？那老东西可没痴呆，恰恰相反，他精明着呢。这不，我刚才打电话问他要钱，却没想到他专门跑到一中去调查，发现你没在那上学后，立马翻脸说啥都不给钱了，而且他还想要回以前给的那些钱，真是有病。那钱是他自愿给的，凭什么要回去？想给钱就给钱，想要回去就要回去，拿我们当什么人了？听到冯大爷不给钱，朱旺怒了。啥玩意儿？不给钱了？他凭什么说不给就不给了？凭什么？我上不上学跟他有勾搭关系？就连我爸都管不了我，他凭啥管？超，直接给钱就行了呗，费这么多话干啥？我不管，我就是要钱，我要买 Rock， 不然活动结束就涨价了。宝宝，你先不要闹了，少废逼话，我要钱，我要 Rock， 不给我买，我就死给你看。好好好，买，我一定凑够钱给我家宝宝买那个什么机。是 Rock 是高档游戏本，而不是什么机。到达目的地的林北和冯大爷在看到这么一幅场景后，两人顿时脸色变得有些怪异。好家伙，谁家贫困家庭房子修这么好？哪个贫困生穿得起一身名牌，买得起 Rock？ 你们是干嘛的？怎么，李桂兰，你连这位老大爷都不认识了吗？这糟老头子我上哪认识去？没啥事赶紧走，别在我们家门口碍事。李桂兰，你就是这么对待资助了你儿子3年多的好心人吗？哦，原来是你啊，冯永信。听到是冯大爷，朱旺连忙撒丫子跑了过来。老登，快报点金币。你说什么？你这老登真他妈墨迹，赶紧给钱了。对啊，赶紧给钱，我们可是一直拿你当大恩人的，平时睡前饭后还经常替你祷告，求菩萨保佑你。而且你也说过要资助我儿子，一直到大学毕业，你别管他上没上学，反正你算好年份给钱就行。按照正常时间推算，我儿子现在才高3，你还得资助他4年半呢，别想耍赖，快点给钱。没错，赶紧给钱，我现在等着急用呢。你们，你什么你？别搁这跟我逼逼赖赖哦，快点给钱。怎么？你们想抢劫？你特么算哪根葱？快滚开！林北没有理会朱旺，冲着李桂兰说道：“冯大爷资助你儿子是为了让他顺利完成学业，他给你们家的钱也都是给朱旺上学用的。既然他都辍学了，你为什么还跟冯大爷要钱？”我儿子上没上学跟你有啥关系？你家是住海边吗？管得那么宽？冯老头给钱确实是说让旺旺上学用的，但他跟我们家非亲非故的，咋地？就那2个臭钱，还想左右我儿子的人生啊？什么玩意？原本还想着怎么才能更好的套出他的话，没想到他倒是自觉，居然主动说出来了。有他这话，证据链基本就完整了。他还是个孩子，该上学的年纪不上学，他未来的路就窄了啊。对啊，你也说了，他还是个孩子，他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好了，为什么非要逼他去上那个破学？我就看不惯现在某些当爹妈的口口声声为了孩子好，其实说白不过就是指望孩子以后孝敬他们罢了，自己都没做到的事，为什么要强加在孩子身上？我可是最开明的母亲，只要我宝贝儿子开心快乐就足够了。我对你那些狗屁育儿经验没兴趣，我这次过来就是让你还钱的。从你儿子朱旺退学到现在，你一共向冯大爷要了多少钱？这些钱你必须1分不少
少的还回来。什么？还想要钱？这老头捐款可是他自愿的，哪有送出去的钱又要回去的道理？我们凭本事拉来的资助，凭什么还回去？再说了，我们家可是贫困户，上哪儿给你弄那么多钱去？口口声声贫困户，可你看看你儿子那一身的名牌，哪里有贫困户的样子？谁家贫困户买电脑动不动就 rug？ 冯大爷自己都穷困潦倒了，却还省吃俭用，攒了钱打给你们，就是希望你儿子不会因为钱的问题而上不了学。可你们一家子倒好，居然把冯大爷的血汗钱拿来挥霍，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李桂兰见林北不好惹，转而冲着冯大爷喊道：“冯老头，别搁那儿装傻，你倒是放个屁啊！当初你可是一副大善人的姿态，让我们一家对你感恩戴德的，亏我儿子还说把你当成他爷爷，以后要给你披麻戴孝，给你送终，你可倒好，自己赚足了名声，还让我们千恩万谢。现在居然想把钱要回去，不可能！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冯大爷被气得说不出话来，李桂兰却还不罢休：“我当初真是瞎了眼，还以为你是大好人呢，没想到你居然能干出这种缺德带冒烟的事情来，赶紧滚，别在这碍眼！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这是犯罪。又还犯罪呢？那你倒是报警啊！”行啊，像你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既然你诚心诚意的要求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满足你好了。说完，林北便带着冯大爷离开了。两位，你们提供的材料非常齐全。根据现有证据来看，对方确实涉嫌诈骗罪。警察同志，那该死的骗子不光骗了冯大爷的血汗钱，更加伤害了他的善心，请你们一定要把钱追回来，让骗子付出应有的代价，给冯大爷主持公道。放心，情况我们已经了解，这个案子我们会高度重视。等传唤书申请下来后，我们就会把嫌疑人带回来接受调查。两位回去安心等消息即可。宝宝，快去吃饭了，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哦。我不吃，我只要钱。宝宝，你还在长身体呢，要好好吃饭才行。你看你都瘦了，钱的事儿你别担心，等吃了饭，妈妈带你去龙城找那个老不死的要钱去，说好的资助你到大学毕业，现在还有4年半呢。他想撤就撤，凭什么呢？他要是不给钱，我们娘儿俩就赖在他家里不走，我还真就不信了。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厚脸皮的人？真的吗？真的能要到钱吗？当然是真的，妈妈怎么会骗你呢？就在李桂兰哄她宝贝儿子时，一阵警车声突然传来。宝宝，你乖乖吃饭啊，妈妈出去看看热闹，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要被警察抓走了。你就是李桂兰吧？李桂兰是哪位？我不认识啊。行了，李桂兰，别搁着装傻。我们是黑水县派出所的民警，我叫杜鑫，这次过来是有个案子要找你了解情况，要不我们还是进院子说吧。进什么院子？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倒是你们穿着这身皮来我们家门口，这让别人看到了，还指不定传出什么闲话呢。有什么事就在这说，说完了赶紧走。李桂兰本想给你保留点脸面，既然你不接受，那就别怪我们不保护嫌疑人的隐私了。我们接到群众报警，怀疑你涉嫌诈骗，现在对你进行刑事传唤，这是传唤书，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啥玩意？诈骗？不是你们这些警察怎么回事啊？调查清楚了吗？随随便便就抓人？我一个小学文化的妇道人家，我能诈骗谁啊？你诈骗谁了？你诈骗一个拾荒老人，而且数额高达8万多元。原来是那个老东西去报的警。警察同志，这是天大的污秽啊！那老东西当初可是说好要资助我们家旺旺到大学毕业的，现在算起来还差4年半呢。可他突然就反悔了，还想让我把之前资助的钱还给他。你说这自愿资助的钱哪里还有要回去的道理？而且我们家可是贫困户啊，一开口就是8万多，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这老东西一把年纪真是脸都不要了，为了这点钱居然去报警，亏我一直还当他是大恩人呢。我呸！听到这话，杜鑫面沉如水，也是懒得跟这种人渣废话。行了，李桂兰，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再说，现在请你配合执法。配合什么配合？我配合不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肯定跟那个老东西是一伙的。说吧，你们收了多少黑钱？如果你觉得我的执法有任何问题，或者你对我有任何指控，完全可以向我的上级部门投诉，或者向督察部门举报。你也可以去法院起诉，这是你的权利。但是现在你必须配合执法，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否则我们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还强制措施呢？您倒是强制一个我看看。警察见状也没继续废话，直接将李桂兰给带走了。接上集，林北在报完警后，因为冯大爷的爱心事迹，让他也产生了做慈善的念头，于是就在当地找了家慈善机构，大手一挥捐了500万。做完这一切后，林北便立马开着租来的牧马人返回余县，因为他今天还要送妹妹去学校报道。Fuck you, you stupid bastard who doesn't have long eyes. 看着挡在自己前面出言不逊的家伙，林北眉头一皱：“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点。” What fuck？ 接着，这个外国人便发出一阵阵刺耳的鸟语，姿态非常嚣张，当即引得周围学生纷纷侧目。不用想，这些肯定都是骂人的脏话。林北也没惯他毛病，反手打开兑换商城，花了80万积分兑换了个高级英语精通技能。反正现在积分多得很，不用抠抠搜搜的。Is something dead in here? It stinks just like you. 听到这话的外国人快被气炸了。Fuck you, you yellow-skinned monkey. I can easily crush your head with just one hand. You are indeed very strong. After all, the result of the triangle selection, can you not be strong? You piss me off. I'll kill you. Fuck you. I'm an excellent international talent. And you dare to beat me kneel in front of me immediately and lick my toes.
Pray for my forgiveness. Otherwise, believe it or not, a word from me will make you unable to stay in this university. 显然，这个外国人是在大学里作威作福惯了，以为龙国大学生都是软柿子，可以随便揉捏，但他却没料到林北根本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不吃他这套。When did garbage dare to call itself an excellent talent? What a joke! Just now you said something insulting to my compatriots. Immediately apologize. My dragon kingdom is a state of etiquette, but that doesn't mean you can bark wildly in the land of the dragon land. 好，说得好，这些家伙在学校里目中无人，作威作福，我早就看他们不爽了，今天居然还敢辱我龙国，不能忍，必须让他道歉。就在众人义愤填膺时，一道愠怒的声音传来：干嘛呢？这么多人围在这里闹哄哄的想造反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在学校门口就敢聚众闹事，还有大学生的样子吗？真是不像话。特姆斯同学，让你受委屈了。赖主任，我对你们学校非常失望，我离开家人远道而来，是因为我对龙国文化非常喜欢。可你们龙国人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如果我在这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让我的同胞们知道了，他们会怎么看？那时你们龙国的名声也将彻底败坏。特姆斯同学，真的非常抱歉，这是误会，我们真的……我不想听你这些废话，我要他们全部向我道歉，尤其是这个黄皮猴子，他歧视我的肤色，侮辱我的种族，必须给我跪下道歉。你立刻向特姆斯同学道歉。你算哪根葱？你连我都不认识，我是政务处主任赖飞龙。就你也配叫飞龙？依我看，赖爬虫更适合你。你说什么？出言不逊，目无师长。有你这样的学生，简直是我校之耻。你的言行完全就是在给我们学校抹黑。说你是哪个学院哪一级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好大的官威啊！赖主任，怎么你问我的名字是要处分我吗？还是想开除我啊？如果你坚持拒绝向特姆斯同学道歉的话，那我不得不慎重考虑，你这样的学生是否适合继续留在我们学校？凭什么我不向他道歉就得退学？你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吗？你知道孰是孰非吗？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偏袒他，我看你是跪得太久，忘记怎么站起来了吧？你还记得你是什么人吗？屁股怎么能这么歪？好一头数典忘祖的牧羊犬！你家列祖列宗要是知道他们的后代居然出了你这么个丢人败兴的玩意儿，估计都得气得掀开棺材板跳出来。有道理，骂得好，骂得妙，骂得呱呱叫。谁在这里起哄？还想不想毕业了？想不想要学位证了？少在这儿逼逼赖赖，瞎唬谁呢？你跪舔尼哥是你的自由，毕竟狗都喜欢吃屎，我们懒得管。但你别拉着别人跟你一起跪舔，恶不恶心？你们懂什么？学校引进留学生是为了跟国际接轨，是为了文化交流，是为了彰显我大国风度。这些留学生漂洋过海，远道而来是客人，我们龙国作为东道主，难道不应该热情款待吗？你们在这里以多欺少，欺负留学生同学，不但会破坏我们两国的关系，也会让我们龙国在世界上声誉扫地。都说学生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可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烂泥扶不上墙。你可得了吧？什么时候跪舔都能这么理直气壮吗？引进留学生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国际接轨也好，文化交流也罢，这也都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代表留学生就可以高人一等。我泱泱大国何曾示弱他邦？我炎黄子孙又何曾对外族卑躬屈膝？好兄弟，会骂就多骂点，让这赖爬虫好好清醒清醒，支持正义暴杀，支持正义辱骂。赖飞龙嘴角抽动两下，脸色异常难看，咬牙道：干什么都干什么，你们是大学生，不是市井流氓，别动不动把跪舔这种粗鄙的词汇挂在嘴边。我照顾和优待留学生没别的原因，完全因为他们都是杰出人才。就比如特姆斯同学，他不但为学校引进了他们国家优秀的文化，而且他本人各项成绩也十分优异，是优秀留学生代表，更是难得的人才。这么杰出的人才，我们学校给点鼓励和优待，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你们与其在这里嫉贤妒能，心理不平衡，不如把心思放在正事上，好好提升自己。当你们跟留学生同样优秀的时候，该有的待遇自然就有了。对于这一番话，林北肯定是不信的，所以他决定求证一下，当即掏出手机鼓捣起来，看看这所谓的杰出人才成绩到底如何。好家伙，6年前入学，现在还卡在大4没毕业，这是留级了多少次？哦，原来这个尼哥各科专业课成绩就没有超过20分的时候啊，怪不得留级呢。赖主任，你管这玩意儿叫优秀留学生、杰出人才？不草，真的假的？专业课连20分都拿不到。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些留学生虽然素质下水道，但成绩应该天花板，没想到原来成绩跟素质一样下水道。这个我可以作证，我刚上大1的时候，在社团里认识个大3学长，他跟我说过，他们班有个叫特姆斯的，每次考试成绩都垫底，那位学长都毕业2年半了，没想到特姆斯还在大4，我只能说666啊！你管这叫高级人才？这怕不是高级猪才吧？就这种在自己国家都没人要的垃圾，来了我们龙国，摇身一变就成高级人才了，呵呵，真是讽刺。赖飞龙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但林北直接开口打断了他的话。我真的不明白，无数龙国学子10年寒窗苦读，无数个日夜起早贪黑，奋发图强，好不容易考上心仪的大学，结果还要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而这些考试10几分，比文盲也好不到哪儿去的尼哥，却被当作杰出人才，还能享受学校的
的各种优待政策，这是为什么？赖主任，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呵呵，既然赖主任对他这么追捧，我觉得你应该给自己刷上黑色涂料，直接去黑州生活，那里才是你的天堂，别赖在龙国污染环境。虽然特姆斯不是很能听懂大学生们的议论，但那些刺耳的字眼他还是能听明白，这让他愤怒不已。该死的，你们这些杂碎竟敢侮辱我！特姆斯同学，你先消消气，我这就叫保安过来。保安都瞎了还是聋了？没看到这有人聚众闹事吗？赶紧滚过来！赖主任，来了来了！哎呦喂，您这是怎么了？谁把你气成这样？少废话，给我把监控调出来，我要看看到底是哪些个没素质的学生，居然敢在校门口公然侮辱同学，顶撞校领导。我们学校庙校可容不下这么无法无天的大佛。嗨，赖主任，您看这赶巧的不是校门口监控处故障了，我这正准备报上去呢。啥意思？没监控？那 fuck you！ 你立刻给我把这几个人抓起来，他们竟然敢伤害我，我要他们全部给我道歉。话筒刷子刷牙了吗？嘴怎么就这么臭呢？你以为我听不懂你这鸟语是吧？特么的，也不看看我在哪当保安，耳濡目染下，多少也懂点英语。以后你再一口一个侮辱性词汇，信不信我大耳刮子出你？特姆斯顿时愣在原地，似乎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保安居然敢这么跟自己说话。赵大宝，你疯了，居然敢辱骂留学生，赶紧道歉！你让我跟一个尼格道歉？不好意思，我这人天生脊椎不好，端不下腰啊！你个臭保安居然也敢顶撞我，是不是不想干了？怎么威胁我？难道我舅舅是副校长，我也要跟你说吗？反了，你们真是反了！此刻赖飞龙已经被气得彻底失去理智，也不知道是脑子里缺根弦，还是哪根筋搭错了，居然抬手指向人群中那个反驳他的男学生。你叫叶良辰是吧？在校期间公然辱骂校领导，聚众闹事，破坏学校治安环境。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还有谁敢闹事，一并开除。我们学校只培养人才，不接受流氓。花落全场顿时一片死寂。见此情形，赖飞龙得意一笑：“赖飞龙啊，赖飞龙，你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那黑州留学生在我龙国校园肆意妄为，你不闻不问，甚至为了维护他，居然不惜开除我龙国学生。怎么？那尼哥是你爹吗？张嘴闭嘴开除学生，这学校你家开的啊？还用开除来威胁我们？我龙国学子人人如龙，岂受你这种小人威胁？”赖飞龙，你真尼玛恶心，还开除我！小爷爷良辰在此实名骂你，傻逼东西，吓唬谁呢？有本事你就把我们全都开除！你要不敢，你是我孙子。算了，我可没你这种丢人败兴的孙子。老子寒窗苦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是为了接受高等教育，可不是为了受人欺负。赖飞龙，你不配当政务处主任，对尼格唯唯诺诺，对国人重拳出击，你不配做龙国人，滚出去！大学生们群情激愤，骂声仿佛要将赖飞龙彻底淹没。他这个时候也终于意识到，事情根本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了。那个同学们别激动，刚才是我说错话了，我一时糊涂，在这里跟大家道歉，对不起，实在对不起。特姆斯同学，你也道个歉吧。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向他们道歉。特姆斯同学，这次就当我求你，回头我给你多安排一个伴读。我特姆斯在这里向你们道歉，对不起，行了吧？什么叫对不起，行了吧？这就是你认错道歉的态度。你刚才说了那么多有辱我龙国的话，真以为轻飘飘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当无事发生啊？你必须端正态度道歉，向在场所有大学生道歉，向龙国人民道歉。Fuck you！ 你别太过分，瞎嚷嚷什么？怎么想比划比划？哥们儿陪你。这是龙国，你一个臭尼哥跟谁俩的？在嘚瑟，信不信真削你？同学们，大家千万别冲动，以和为贵，以和为贵哈！特姆斯同学，今天这场面你也看到了，如果不诚恳道歉，我也很难保证会发生什么后果。我知道你委屈，等这件事情结束，我立马给你加一个学霸，你不亏的。那我要大长腿、大雷、大屁股的妹子。没问题，没问题。各位同学们，非常抱歉，因为我个人不恰当的言论伤害了大家，在这里我诚恳表示歉意，对不起。我为我的不当言论向大家道歉。我爱龙国，我热爱这个伟大的国度，我热爱龙国文化，热爱龙国美食，更加热爱龙国妹，哦不，龙国历史。同学们，特姆斯的态度大家也看到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特姆斯还是外国友人，漂洋过海来到龙国，在这个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国度，产生惶恐和不安的情绪也是正常的嘛。这精神一直紧绷着，难免说错话，所以我们更应该给他多一点包容和理解，这样才能彰显我大国风度，也有利于两国关系和睦。那个，既然特姆斯已经诚恳道歉，现在大家是不是可以散了？行，你们走吧，但是记住，以后别再说一个带有辱龙国的词，否则我龙国学子不会放过你。还有你，做人做事别太昧良心，永远别忘了你是龙国人，不要做外邦狗。是，我记下了。你们最好祈祷自己没干什么过线的事情，否则就别怪我把你们送进去踩缝纫机了。第二天，林北便找到学校副校长，小小的表达了一下想给学校捐钱的意愿，但前提是需要对学校做一些考察工作。于是副校长便叫来了赖主任，因为他是处理学校日常事务主要负责人。
是你根本不是我校学生，这里不欢迎你，你也没资格来这里，赶紧离开。看到是林北，赖飞龙非常生气。原来昨天的事情结束之后，他专门调查了一下林北，本想给他穿小鞋来着，可惜林北根本就不是这所大学的学生，想报复都没辙。赖主任，你这么激动干什么？我又不是来找你麻烦的，只是作为学生家长，有几个问题想向赖主任请教一下。先别急着拒绝，这件事可是你们范副校长同意了的。赖飞龙本要拒绝来着，但听到是这位副校长首肯，赖飞龙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是硬着头皮说道：“你想问什么就问吧，不过还是希望你可以深思熟虑之后再开口。”第一个问题，我听说贵校留学生的奖学金每年高达20万，是龙国学子奖学金的10倍还多，我就想问一下，这是为何？小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大多来自黑州，他们国家发展落后，经济条件差，却为了求学，为了感受我龙国文化氛围，不远万里来到龙国。难道我们不应该给他们一点帮扶吗？难道不应该让他们感受一下我龙国的大国风度吗？而且这些留学生把他们在龙国的待遇传回国内，也会提高龙国在黑州的名望，还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过来留学，这有什么不好？第二个问题，贵校有专门的留学生公寓，都是单人间，并且配备了空调、电视、独立厨卫，堪称豪华。为此却将原本住在里面的龙国学子全都赶去校园西北角落一栋早已荒废的旧楼里面。赖主任，请你解释解释，这又是为何？学校之所以给留学生改善住宿条件是有原因的，毕竟不管怎么说，留学生远来是客，我们当然要发扬东道主精神，好好招待客人才行。而且这可不是简单的住宿问题，这更涉及到我们学校甚至我们国家的脸面，要是让留学生住得差了，传出去也有损我龙国声望。第三个问题，请问贵校对于学生考试作弊是如何处罚的？学生考试作弊，该课程考试成绩记为无效，是情节轻重给予记过以上处分，受记过以上处分，学校不得授予学位证。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直接开除学籍。我校非常注重学生的品格培养，严厉打击作弊等各种不诚实的行为。那为什么留学生作弊却只是通报批评，没有记过，更没有开除学籍，甚至有留学生连续多次作弊被抓住，最后的处分也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通报批评？难道贵校是阴阳校规，对龙国学子是一套，对留学生则是另外一套？留学生毕竟是远道而来，首先语言不通就会产生很大的沟通障碍，他们对校规有一些不是特别清楚的地方。所谓不知者不罪，而且留学生毕竟不是本国人，我们还是要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呵呵，赖主任你的意思我算是听明白了。说来说去，无外乎留学生就是高人一等，就是能享受各种超国民待遇呗。1年20万的超高额奖学金，单人单间的豪华公寓，还有区别对待的校规。我就想问一句，凭什么都是学生，他们就有各种优待，而我龙国学子在自己国家却处处受挤压，各种条件不如人？凭什么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就能轻而易举的得到龙国学子拼了命都争取不来的超高福利？凭什么校规中有明确规定的处分，到了他们身上就高抬贵手，一路绿灯？林北，你不要在我校搞这些阴谋论。我校针对留学生的各种措施和改革，本意是希望在国际上打响我校名声，进而引进更多国际人才。任何改革在初期都难免会有一些阵痛，学校这么做那是有自己的长远打算和战略规划，你不懂不要乱说。呵呵，根都快烂完了，何来的长远打算？你以为跪舔那些留学生就能换来尊重？恰恰相反，你这样做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我龙国无数先烈前赴后继，用鲜血染红旗帜，如今好不容易站起来了，可有些人放着堂堂正正的人不当，非要去当狗，挺直脊梁站着不行吗？林北杀疯了，直接火力全开，把赖飞龙对的是哑口无言，就连旁边的副校长都看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言辞如此犀利。林北，我承认学校在某些方面做的确实不够尽善尽美，毕竟引进留学生也没多少年，学校有学校的考虑。不管怎么说，我龙国泱泱大国，给留学生一点优待也无可厚非。赖飞龙，你少在那里巧言令色，让留学生享受各种超国民待遇，为此牺牲龙国学子的权益，如此种种简直令人作呕。就比如那个黑州留学生特姆斯，在校期间迫害了多位女学生，其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而你一味的包庇纵容，同样触犯刑法，你们都有罪。小子，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什么迫害包庇的，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前面各种阴谋论带节奏，质疑我校的校规校风也就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但你刚才说的可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我要求你立刻向我还有那位特姆斯同学道歉，并收回你刚才的恶意诽谤，否则你就等着进监狱吧。赖飞龙色厉内荏的大吼着，似乎想把林北震慑住。你真以为你和那些留学生之间的勾当没人知道？除了那个叫特姆斯的，还有一个叫加尔卡。你赖飞龙身为龙国人，在知道了事情之后，不但没有检举揭发，反而包庇他们，甚至还威胁受害的女大学生，让他们不敢声张，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赖飞龙，你他妈真不是人！特姆斯同学确实有一些毛病，但是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他绝对不会做这么过分的事情。我知道了，你肯定还是因为昨天的事情记恨我跟特姆斯，你这不光是在诽谤我们，也是在抹黑我校，更是在败坏我龙国的名声。赖飞龙，就你还人格担保？我他妈头一次听说畜生还有人格。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今天就让你死心。说完，林北拿出手机打个电话，很快一个容貌姣好的女生走了进来。赖飞龙，你还认识我吗？李诗言同学，我警告你，有些事情你要想清楚后果再说，千万别乱讲话。赖飞龙，你还想威胁我？今天我鼓足勇气来到这里，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便勇堕深渊，即便
粉身碎骨，我也要拉着你和特姆斯这两个畜生陪葬。接着，李诗言当着众人的面讲述着自己被赖飞龙威胁和被留学生特姆斯迫害的过程。期间，李诗言声音哽咽，几度泣不成声，可他一直在努力克服，他想要让恶人受到制裁。是林北大哥的鼓励和开导，让我明白，如果我选择沉默，这些畜生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甚至很可能会迫害其他同学。所以今天我勇敢地站出来，我豁出一切，也要揭露这份罪恶，我要让他们统统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个迫害我的尼哥就是特姆斯，那个威胁我的领导就是赖飞龙。眼见情况不对，赖飞龙想要偷偷溜走，却被林北拦了下来。赖飞龙，你想偷偷溜走没门，你还是乖乖在这等警察来吧。赖飞龙，你包庇强奸犯，威胁恐吓被害人，涉嫌包庇罪、妨碍作证罪，现在正式对你下达刑事传唤决定，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吧。警察同志，这是误会啊！赖飞龙，你还想狡辩？我们现在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你以为我们跟你闹着玩呢？带走！另一边，名叫加尔卡的黑州留学生也被铐上银手镯，急得吱哇乱叫。我是外国人，你们这些龙国执法者凭什么抓我？依据我国刑法第6条的规定，凡是在我龙国领域内犯罪的，都适用本国法。不管你是哪国人，也不管你有什么身份地位，只要敢在我龙国犯罪，就必须按照龙国刑法的规定定罪处罚。你的国籍并不能成为你的免罪金牌，你的肤色也不能成为你的保护色。加尔卡，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你与2起强奸案有关，跟我们走一趟吧。等一下，龙国警探，你搞错了，我没有强奸，我和那2位美丽的龙国姑娘是情侣，我们当时在交往，发生一些美妙的事情很正常，用你们龙国话说，这叫你情我愿。我呸！你们这些禽兽，你和你那个同伴下半辈子就在牢里度过吧。特姆斯，你被捕了。Fuck you！ 你有什么资格逮捕我？我警告你，如果因为此事影响2国关系，你可负不起责任。林北拿看待智障的眼神看着特姆斯说道：“就你这逼样，还影响2国关系，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是什么玩意儿？而且你丫怕是不知道，你们那穷乡僻壤的鬼地方，铁路、高速公路、跨海大桥，全都是我龙国援助的，并且近半数医院都挂着我龙国的国旗，还影响2国关系。来，你让你们那老大过来，我龙国子民一人揭他的胆子，你看看他敢不敢说这种话？”特姆斯想反驳，但想了半天也没找到反驳的理由。行了，特姆斯，有什么话先跟我们回局里说吧。我有权保持沉默，在我的律师到来之前，我是一个字都不会说的。不好意思，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压根儿没有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规定，只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您咬死不料，只要证据足够，零口供直接办您。眨眼间，赖飞龙、特姆斯、加尔卡3人全部被铐上银手镯。警察之所以能够及时赶到，当然是林北提前报警的功劳。看着警车呼啸而去，大学生们议论纷纷。卧槽，帽子叔叔还是给力啊，这就铐走了。哈哈，想必经常坐牢的朋友都知道，犯这种事的进去了之后，通常会受到里面大哥的特殊关照。这3个狗东西日后的生活绝对有滋有味，美好生活近在眼前啊！现在压力给到执法机构，希望早日给这3个狗东西判了。小姨这么做真的没问题吗？林北这个人可不好惹啊。眼前这个美艳的女子叫吴梦梦，是小红书平台的一个博主，视频主打内容就是以性别对立来博取流量。梦梦，你就说你想不想进步吧。小姨，我实在太想进步了，那你就听我的。梦梦，你现在粉丝有70多万，确实挺不错的，但你要知道，自媒体这行不入100万终为炮灰，70、80万和100万看似差距不大，实则完全是2个世界。达到100万粉丝，你的名气和收入都会有质的飞跃。可按你现在的发展趋势，粉丝量别说破100万，就是超过80万都很难。想要突破自己，你就得敢于尝试。接着，吴梦梦小姨耐心地给吴梦梦分析起来。那个叫林北的现在有多火，你也看得到，3天2头的上热搜，就跟在热搜上买了房一样，这么大一块流量池就摆在那里，你看着不眼红啊？另外，别看林北在抖音上混得风生水起，可他在微博和小红书平台名声却很烂，原因你懂的。梦梦，你想啊，林北本人都能全网爆火，如果你打假成功，只会比他更火。吴梦梦小姨在那一个劲儿地劝着不停，越听吴梦梦眼睛越亮。小姨，你不愧是在电视台工作过的，就是有经验。那些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脑子里装的都是那些龌龊事，区别只在于有的表现在明面上，而有的则隐藏得深一点。天下乌鸦一般黑，相信林北也不会例外。别看他在网上一副正人君子，说不定心里面黄的流油，估计被车撞死之前都得硬撑着把手机格式化了才敢咽气。以本姑娘的姿色，我就不信他能把持得住。没错，你这么想就对了，只要你能揭露他的真实嘴脸，那么林北塌房之日就是你火爆全网之时。好，那现在我们就出发找他去吧。另一边，林北闲来无事在公园溜达，别问为什么不回家，问就是最近没有遭遇道德绑架了。他很是怀念对人的日子，但殊不知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悄然展开。兄弟姐妹们，下午好呀！今天梦梦要进行一场特殊的直播。现在很多网红都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网上一套，现实一套，在网上大力虚假人设圈钱，其实现实中很可能是另一副嘴脸。比如网上恩爱甜蜜的情侣，很可能只是同一家 MCN 公司的签约网红在演戏。比如网上套夸张的肢体动作和表情，翻唱歌曲的人间尤物，现实中却诈骗单亲妈妈的钱。又比如网上弹着吉他唱红歌的网红
歌手，真实身份却是缅北电诈团伙成员。网络世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人难以分辨。最近有个网红横空出世，迅速火爆全网，被称为互联网嘴替，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可他真的值得大家的追捧吗？今天梦梦就要对这个大网红进行一系列测试，揭露他的真实面目。互联网嘴替，你说的不会是林北吧？要我说，只要是男人，面对梦梦这样的大美女，肯定都会把持不住。天底下男的就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表面正经，内心肮脏。支持小姐姐测试渣男，让大家都看清楚了那些臭男人的真实嘴脸。好了，观众朋友们，梦梦要去了，请大家跟随梦梦的脚步，一起揭开虚伪网红的真实面目，请大家为我加油哦！我靠，现在的直播尺度都这么大的吗？小哥哥，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是大学生，出来找兼职，被骗光了钱，现在身无分文，你可以请我喝杯星巴克吗？我真的太口渴了，只要请我喝杯星巴克，我就可以给你微信好友位哟。听到这话，林北眼神顿时变得有些怪异。这人长得倒是挺好看，但脑子是多少有点问题。看他这一副风尘样，从头到脚哪里像个大学生了？而且一开口叫别人请他喝星巴克，多大个脸！来，你打开微信，把手机给我。哼，还以为要多费点心思呢，现在看来一点难度都没有嘛。我去，这么容易就上钩了？红梅男人，我很懂你哥们，加微信好友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嘿嘿嘿。林北在一番操作之后，把手机还给了吴梦梦，结果低头一看，直接傻眼了。15万，小哥哥，这哪来的钱啊？这是你的微信备用金，以后急用钱的时候可以随用随取。吴梦梦瞪着她的卡姿兰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北。所以你给我申请了网贷？对啊，有这些钱，你想买多少星巴克都行。卧槽，这男的有毒吧？不帮忙就算了，怎么还能这样恶心人呢？不愧是我北哥，这波操作我直接给82分，剩下的18分以666的形式给出，以免你骄傲。小到了，小到了，3句话让一个女人欠贷15万，明天去见丈母娘，她跟我要彩礼，我直接一句，阿姨把你的手机给我一下。小哥哥，你可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呢，想必你请的星巴克也肯定会更好喝吧？小哥哥，只要你主动一点点，我们之间就有可能发生一些美妙的故事哦。林北眉头一皱，他正看到小说的高潮剧情，结果这女的非要过来，一个劲巴巴的不停。我不想请你喝咖啡，也没兴趣跟你发生什么故事，你去找别人吧。小哥哥，你是不是在跟人家玩欲擒故纵啊？真是个坏蛋！这娘们看起来不像好人啊，谁家正经人穿这么露，还在路边勾引男人，我得赶紧溜溜球。喂，我这么一个大美女，让你请喝咖啡是你的荣幸，这种好事多少人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居然无动于衷，你还算个男人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立刻马上去给我买一杯星巴克的冰美式，我就考虑原谅你了。小姐，你管谁叫小姐呢？你才是小姐，你全家都是小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吴梦梦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方才有点过于激动，赶紧调整好了情绪。你问吧。请问你是吃错药了，还是忘记吃药了啊？你……我寻思，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大马路上随便找个陌生人就非要缠着对方请他喝咖啡，还搔首弄姿抛媚眼的。可你偏偏做了这种很不符合常理的事情，那我只能理解为你有病，可能是吃错药了，或者忘记吃药了。你说我有病，你居然敢骂我，我可是女孩子啊！你一个大男人居然骂我，我长这么大，我爸都没骂过我，你凭什么骂我？你爸不骂你那是惯着你，可我又不是你爸，凭啥你会觉得我也会惯着你？吴梦梦被骂得有些懵逼，正准备反击，林北又开口了：你看你年纪轻轻，长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干点正经事儿不好吗？大白天的故意搔首弄姿，暴露身体，还有没有一点基本的羞耻心？切！大清都亡国多少年了，你居然还会有这种封建思想？我们女孩子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用得着你来指手画脚吗？拜托你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吧，你看看人家西方国家多开放多开明，那里的女孩子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从来都没人说3道4，只有内心龌龊的人才会看什么都不干净，你自己心里肮脏，别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吴梦梦这一番怒怼引起了直播间不少观众的共鸣和赞同。姐姐说的太好了，社会就是因为有很多像林北一样的猥琐男，才这么恶臭，才这么让我们女孩子没有安全感。就是我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关你屁事！看看人家漂亮国，发达的不只是经济和科技，还有思想。再看看国内，都像是一群活在上个世纪的封建遗老，我真的会谢，就是这种人拖慢了我们国家的发展。主播，如果你有对象，请把衣服穿好，这是对另一半的尊重；如果没对象，请把衣服穿好，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如果是出来卖的，请明码标价，这是对消费者的尊重；如果只是博眼球的，请穿的再少一点，因为我没看够。这条弹幕虽然言辞不算犀利，但杀伤力不俗，简直是盖伦出轻语，沉默又破防，直接让不少人哑口无言。没兴趣跟你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敢不敢穿着现在这一身衣服到你爸面前，故意弯下腰做挤胸动作？吴梦梦神情一滞，想反驳，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就在这时，林北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喂，你好，我的车修好了是吧？那你给我送到广场路边吧。挂断电话，林北便往停车位走去。梦梦别愣着了，快跟上去啊！他刚才肯定是跟你摆谱呢，你这回遇到高段位的了，相信只要有点耐心，必能拿下。吴梦梦点了点头，便向着林北追去。小哥哥，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喂，你跟着我到底想干什么？小哥哥，别生气嘛，刚才我跟你开玩笑，你就是觉得你很帅，很有趣，想跟你交个朋友。我叫吴梦梦，不知道
小哥哥，你怎么称呼呀？不好意思，我还有事，没兴趣跟你交朋友。哼，真是脑子有病的钢铁直男！我一个大美女主动跟你搭讪，这可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可你居然还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装什么呢？真是的，还玩欲擒故纵这一套，电视剧看多了吧？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拆穿你的虚伪面具。小哥哥，你别走！我靠，有没有搞错？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想带球撞人！哎呀！我操！一个大胸美女往你身上扑，你不张开双臂抱着就算了，居然还躲开了，这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至于吗？就在此时，一辆极为高档、奢华、气场十足的劳斯莱斯开了过来。您好，林先生，我是您的私人用车顾问小赵，您的爱车已经送到。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吴梦梦正准备骂人，在看到这一幕后，顿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怪不得刚才这个小哥哥一直无动于衷呢，原来人家是个富二代，什么样的美女没见过？不过只要自己加把劲，拿下她，当豪门阔太太就指日可待。呵，开劳斯莱斯了不起啊！我前男友的库里南我都坐腻了好吗？有钱又怎么样？下头男就是下头男，再有钱也掩盖不了素质的低下。谁知道是不是租的？就算真是他的，他这么年轻能买得起劳斯莱斯，估计这钱肯定不是啥正道得来的。小哥哥，真是对不起，刚才吓到你了吧？其实我跟上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小哥哥道个歉。我知道你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为我好，可我还是误会了你，是我的错。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梦梦说过那些暖心的话，小哥哥是第一个。刚才还一副要打要杀的样子呢，现在一看到豪车立马换了张脸，这变脸速度简直绝了。小哥哥，我今天出门穿的少了，现在好冷呀，你可以让我上车暖和暖和吗？我感觉自己感冒了，现在浑身无力，都快站不稳了。好家伙，刚才还搁那骂人呢，现在一看到豪车，当场被骗走。不是我说真的，一个大胸美女穿成这样，不停暗示，还主动倒贴，这是哪个男人能拒绝啊？直播间某些下头男别太离谱好吗？梦梦只是单纯做是渣男而已，如果林北是好男人，那肯定能坐怀不乱，就算梦梦主动投怀送抱，他也不会动手动脚。就是梦梦做出这么大牺牲，只是为了让姐妹们看清楚现实中的渣男。有一说一，他这身材真不是盖的，2个大车灯太晃眼睛了，不过是出反常必有妖，还是谨慎点为好。那个，你在这稍等我一下，我去救回。小样，还不是轻松被我拿捏了？我靠，北哥，你不会是去买小雨伞去了吧？跟这种主动的女人打扑克，你也不怕得病啊？哎，虽然我北哥沦陷了，但我觉得吧，这也没啥毛病。你说正常男人面对这大胸美女投怀送抱，谁能把持得住啊？兄弟们，这娘们段位够高的啊，各种身体诱惑、明示暗示，这谁受得了啊？这不是纯纯钓鱼执法吗？这下头男太会伪装了，面对梦梦这种角色美女，刚才装的一定很辛苦吧？说句实话，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一点都不意外。刚才那下头男就一直用色眯眯的眼神盯着梦梦看，脑子里指不定有什么龌龊的想法呢。现在只不过是装不下去了而已。姐妹说的没错，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男人一般色。直播间热烈讨论，几乎所有网友都觉得林北沦陷了。吴梦梦也正幻想着以后的豪门生活，但就在这时，林北突然带着2名警察走了过来，吴梦梦顿时亚麻呆住了。警察同志，就是这个女人从公园一路尾随我到停车场，期间多次在我面前故意暴露身体部位，多次跟我进行肢体接触，还不断通过语言对我进行某种暗示和诱惑。我严重怀疑这女的很可能从事卖淫行业。听到林北这一番话，吴梦梦顿时身躯一颤，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北。这狗男人，他居然这样说我，还报警！我了个大草，这哥们操作太少，闪了老子的腰。北哥不愧是北哥，从来不会让人失望，这波操作简直绝了！不操，直播落网可还行，这剧情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警察同志，行了，先不要说话，把身份证拿出来。警察经过一番查验，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将身份证还给了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和这个小伙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察同志，这都是误会，我就是单纯觉得他很帅，想交个朋友而已。小哥哥，你不想跟我交朋友，可以直说嘛，怎么能说人家是干那个的呢？人家可是正经女孩子，你这样子，人家以后怎么见人啊？谁家正经女孩子交朋友要露胸挤沟抛媚眼啊？而且我多次明确表示不想跟你接触，可你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还从公园一直追到停车场，甚至还故意假摔往我身上扑，那我只能合理怀疑你是从事卖淫行业的。之所以这么卖力的勾引我，就是在揽客创收。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警察同志，什么往他身上贴，什么露胸挤沟，这都是他臆想的，我才没有。我刚开始确实想跟他认识一下，可你们也能看到，本姑娘要样貌有样貌，要身材有身材，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长白山，我犯得着那样去勾引他吗？没证据就在这里乱说话，小心我告你诽谤。谁说我没证据的？说着，林北直接掏出手机递给了警察，因为他有系统奖励的如影随形航拍器，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完整记录了下来。警察看过视频后，再看向吴梦梦的眼神都变得怪异起来。吴梦梦女士，请跟我们走一趟吧。这位先生，您也需要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半个多小时后，吴梦梦终于是黑着脸走出了警务室。喂，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我可是女孩子啊，你怎么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这样吧，如果你真诚的跟我说句对不起呢，我倒是可以勉为其难的考虑原谅你，并且还可以大发慈悲的给你一个请吃饭的机会，怎么样？虽然警察没有认定你卖淫，可在我眼里，你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依然让我非常反感。我最后再说一遍，我对你没有任何兴趣，不想跟你认识，不想跟你接触，更不想请你吃饭什么的，请你离我远一点。你个下头龟男，你有什么好得意的？还对我没兴趣？这话说出来，老娘都笑了好吗？我这脸蛋，我这身材，
来，就算你是唐僧都不可能完全没兴趣。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一直抗拒我，不就是自卑吗？不就是没钱吗？像你这样的男人我见得多了。那劳斯莱斯是你租来装逼的吧？穷屌丝就是穷屌丝，就算你租劳斯莱斯，也改变不了你骨子里穷酸自卑的本质。还没兴趣，典型的癞蛤蟆，吃不到天鹅肉就说不想吃，我笑死。面对吴梦梦的嘲讽，林北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便转身离去。这种彻头彻尾的无视，气得吴梦梦直接破口大骂：你个穷屌丝，装逼男，注定你这辈子找不到女。梦梦，你看下我微信发给你的东西。那个狗男人，劳斯莱斯果然是租来装13的，亏老娘还想倒贴呢！我呸，什么玩意儿！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林北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他就是个勉强温饱的普通人。想来那辆车应该是他租来参加同学聚会或者相亲骗人用的。梦梦，刚才的测试打假失败了，没关系，现在有了更好的机会，只要我们戳穿他租车装13的事情，照样能让他人设崩塌。哼，这狗男人当着直播间那么多人的面羞辱我，我跟他没完。一个租车装13的穷屌丝，他有什么资格那样说别人？我必须让全网都看到他这虚伪虚荣的嘴脸。另一边，看望完冯大爷的林北刚回到爱车跟前，就看到了令他愤怒的一幕。那小孩别跳了，赶紧下来！我就不下，略，你管得着吗？这是我的车，你说我管不管得着？呸！大傻杯，打死你！这时林北再也忍不住了，上前一把揪住熊孩子的衣服，将他拎了起来。大傻杯，放开我！救命啊！妈妈，快救我！你干什么？快放开我儿子，小心我报警抓你！你是他妈是吧？你儿子在我车上蹦蹦跳跳的，你看不见吗？你看看我的车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多大个人了还欺负一个小孩子？不就是个破车吗？给我家牛牛踩2脚怎么了？你还想嘎人是咋地？现在立刻给我儿子道歉，否则这事我跟你没完！看着唾沫星子不停的往出喷的女人，林北都要气笑了。你儿子在我车子引擎盖上又蹦又跳的，把我的车踩得面目全非，你居然还让我道歉！我告诉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赔礼道歉，或许我还可以考虑让你少赔一点，不然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切！你个傻叉，居然还有脸让我赔钱？就这破车只是多了几道划痕而已，我儿子可是受到了惊吓，还让我倾家荡产，真是笑话！又不是 BBA， 也不是路虎林肯，搁着吓唬谁呢？一个牌子都没见过的破车，顶天了10几万，老娘有的是钱，赔你辆新车都是小意思。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吓唬我宝贝儿子，我儿子可比你这破车金贵多了。你现在不但得给我儿子道歉，还得赔偿8万精神损失费，否则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我老公认识的人多了去了，一句话就能让你走不出龙城，你信不？林北提出道歉，本就是考虑让他少赔一点，可这女人非但不领情，反而还扯着嗓子凶悍的嚷嚷起来，甚至还威胁起了林北。行啊，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了。这么说就是没得谈了，那你做好卖房卖车倾家荡产的准备吧。哎呦呦，开一辆小破车可把你牛逼的，还倾家荡产，这么能吹牛，你咋不上天呢？你知道我老公开的是什么车吗？说出来都怕吓死你，那可是100多万的路虎揽胜，一个车轮都比你整辆车都贵了。别废话了，赶紧赔钱，要不然我老公来了，绝对没你好果汁吃。破车？你居然管我这车叫破车？废话，我都不认识你这车标，不是破车是什么？我身边开好车的人可不少，什么奔驰、宝马、奥迪我见得多了，还有个车标是马的，我也见过，貌似也挺贵。就你这车标，一看就是国产垃圾，还非得崇洋媚外弄个英文字母，搞得跟4不像一样。林北拿看待智障一般的眼神看着眼前这个愚蠢的女人，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没见过这个车标，是因为以你的层次还接触不到开这个牌子车的人？啥层次啊？骑电瓶车的层次吗？笑死！见状，林北也懒得跟他浪费唾沫星子，直接掏出手机报警。哟呵，你还敢报警是吧？你给我等着，今天这事我跟你没完。喂，姓崔的，你儿子被人揍了，你管不管？我们在棚户区这边，来晚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就这样，两人互相对峙起来，都生怕对方突然跑路了。喂，麻烦你看着点你家的熊孩子，他还是个孩子啊，这个年纪的小男孩贪玩一点不是很正常吗？难道你不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看你好歹也算个男人，怎么就非得跟小孩子斤斤计较？真是有病！他是孩子不懂事，你个大人也不懂事吗？他是未成年人，我现在不跟他计较，你是他的监护人，他现在做的事你要负责的，知道吗？你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别在我这唧唧歪歪的，一辆破车也就你这样的屌丝才当快宝。林北深吸一口气，拼命压制住给他一个大逼斗的冲动。就在这时，交警终于是赶到了现场。小伙子，是你报的警吧？这怎么回事啊？交警同志，这是我的车，刚才那小孩在我引擎盖上乱蹦乱跳，踩出好几处凹陷，连我的小金人都被他掰下来了。我操！我虽然不知道这是劳斯莱斯哪一款车，但跟劳斯莱斯沾边的东西就没有便宜的。据说一把雨伞都价值7、8万，这熊孩子居然拿劳斯莱斯当蹦蹦床，真是溜翻了。交警同志，我就想问一句，拐卖儿童你们管不管？就这男的，他刚才想拐卖我儿子，要不是我及时发现制止了他，现在说不定我儿子都已经被卖到什么山沟沟里去了。哦，对了，他还敲诈勒索，就这么一辆破车，居然还说让我们家倾家荡产什么的，摆明了要狮子大开口。交警同志，快把他抓起来，这种人身上肯定背着事呢，我跟你说。那什么，女士，拐卖儿童和敲诈勒索都属于刑事案件，不归我们管，这个你得打110。这样啊，那算了，我还是等我老公过来再说吧。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处理这个事故吧。
刚才这小伙子说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您儿子在这辆车的引擎盖上蹦跳了。是啊，咋了？那小男孩淘气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儿子还不到8岁呢，他懂什么？交警同志，我跟你说，那小子他就是看我穿金戴银的，知道我有钱想趁机讹我，千万不能惯着他这种歪风邪气。女士，既然您承认了是您儿子破坏的车辆，那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就很清晰了，您需要承担这位先生爱车的所有损失。不是。你这个交警怎么回事啊？别欺负我不懂法昂！我告诉你，我儿子他还是个孩子呢。我刷抖音，人家都说了，未成年人是不用那个承担法律责任的，凭啥还得给他赔钱啊？你儿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确实不需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但你是他的监护人，你得承担。这车是你儿子踩坏的，你也承认了，作为监护人，你就得承担赔偿责任。法律真这么规定的吗？千真万确。行，赔钱就赔钱，反正就是个破车，大不了赔他个300-500的，多大点事？300-500，女士，你是不是不知道这是什么车？我们家有的是钱。认识奔驰宝马就行了呗，像这种一看就不值钱的垃圾车，我才懒得认识。女士，这可不是垃圾车，这叫劳斯莱斯，是豪车中的豪车，看这气场怎么也得500万以上吧？1.8亿确实是500万以上，这么算的话，交警同志你说的也没错。1.8亿，小伙子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可没心情开玩笑，我这是劳斯莱斯福影，全球限量4台，1.8亿只是标价而已。事实上这车有价无市，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绝对的无价之宝。不信的话，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哦，我想起来了，听说前几天有辆价值1个多亿的超级豪车被撞了，不会就是你的车吧？笨，你这车还真是多灾多难啊！我这车被糟蹋的这么惨，车损少说也得过千万。这位有钱的大姐，你很快就会变得没钱了。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明知道你这车这么贵，为什么还要开出来？开出来就算了，为什么还非要故意停在路边？你就不能把车停到车库里去吗？你就不能请个司机帮你开车吗？你就不能请几个保镖在旁边看着吗？你把这么贵的车随便停放也不管，这不是害人吗？你这是分明就是在钓鱼执法，是讹诈。钓鱼？误操！这几次发生的事情，不会都跟系统奖励的神级钓鱼技能有关吧？只要钓鱼必有收获。怎么感觉自己理亏没话说了是吧？你既然敢把这么贵的车开出来，那这车出什么事你就得自己担着，别想讹人。对了，刚才你大吼大叫的还动手，把我儿子吓坏了，你得负责，赶紧拿8万精神损失费出来，这事就算完了，否则待会等我老公过来，你可就麻烦大了，我跟你说。熊妈的这波操作，直接给交警都看傻眼了。自己儿子踩坏了别人的车，不赔钱就算了，居然还反咬一口，跟受损车主索赔，这放在炸裂界都属于相当炸裂的程度了。交警同志，麻烦出具事故认定书吧，我让保险公司跟他谈。好。什么？这就出责任认定书了？我不认，我不服，是他自己把车停着的，被划被撞那是他活该。如果他不把车开出来，如果他不把车停在这，怎么会被我儿子踩？凭什么让我赔钱？哦，我懂了，你们是一伙的，你肯定收他钱了，对不对？我要举报你。这位女士，刚才是你亲口承认是你儿子踩了人家的车，那你作为监护人就应该承担责任，这你有什么不服的？如果你不服，可以去行政提起复议。就在熊妈准备再次撒泼时，一名寸头男子从远处赶了过来。超，我看谁敢动我老婆和孩子。老公，你终于来了！呜呜呜！你要再不来，我们娘俩要被欺负死了。爸爸，就是这个大坏蛋，他可凶了，他不仅打我，还吼我妈妈。小子，你竟敢欺负我老婆和孩子，看老子他妈不弄死你！见此情形，林北顿时面露惊恐之色，但眼中却露出一丝丝兴奋。你干什么？我警告你别乱来，赶紧把你手里的东西放下。哼，现在才知道怕，晚了，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在对方准备动手时，林北假装慌乱的从腰间掏出一根特制直尺。作为一个数学爱好者，随身携带一把尺子，这很合理吧？哎呦，你这小兔崽子还敢在我面前起刺儿，胆子挺肥啊！老公，你怎么样了？你别动，碎了。别看我啊，是他先动手的，我可是正当防卫。对此，交警面露无奈之色，只好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你这狗东西，我老公的坤坤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跟你没完。我好害怕哦，嘿嘿，其实我是装的。我警告你啊，不要那么嚣张。嚣张犯法吗？你告诉我有哪条法律规定人不能够嚣张的？你这混蛋，你信不信我一刀砍死你？哎呦，这就急了，刚才那个蛮不讲理的劲呢。这时，警车和救护车终于是赶到现场，带走了各自需要带走的人。而一旁躲在车里的吴梦梦已经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记录了下来。梦梦，千万级别大网红街头打架斗殴被警察逮捕，这可是大爆点啊！你赶紧把视频发到各大平台，相信这波流量你一定能吃到饱。不过你不能直接发，得稍微剪辑一下，要体现贫富冲突、耍大牌、打架斗殴等关键因素，这样流量才会好。小姨，你不愧是在电视台工作过，就是不一样，听你的。接着，吴梦梦小姨捧着手机就开始操作，本来是爱车被毁，合理索赔，遇到侵害，正当防卫。结果经过他这么一剪辑之后，就直接变成了妇人当街欺压妇孺，打人行凶，最后被抓。好了，梦梦，剪过的视频已发到你手机了，快用你的账号发出去，文案就写某千万网红耍大牌欺负女人小孩，当街行凶伤人被刑拘。
小姨，这样写不太好吧？那可是林北啊，我诽谤别人也就被口头谴责2句，顶多就收个律师函。但如果诽谤林北，那可是要收法院传票的，大概率得去坐牢啊。前段时间他起诉全网那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可不想被送进去。说起这事，吴梦梦至今还有点心有余悸。上次她是因为陪榜一大哥度假，才意外躲过了一劫。这次再让他造林北的谣，她可不敢。梦梦，你可不能这么瞻前顾后的。现在是流量为王的时代，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场泼天的富贵就摆在你面前，能不能接到？能接到多少，全看你有多大胆子。再说了，就算林北是什么洪水猛兽，可他现在不是进去了吗？你还怕他干啥啊？但我看网上的人都说那是正当防卫，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什么的，他说不定很快就出来了。呵，在我们这里正当防卫就是个笑话，多少正当防卫的案子到最后被认定成了互殴。再说了，哪条法律规定正当防卫就能把人弄成那个样子的？别人打他，他不会跑吗？非得对别人下那么重的手？而且那男的经过林北这么一整，说不定会变成龙国最后一个太监。你想想，他这可是断了人家后半生的幸福啊！如此深仇大恨，他能轻易饶了林北吗？而警方呢，为了最大限度的平息矛盾，也必然会给林北安一个故意伤害的罪名，他最后多半会被判刑。所以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可有那么多人都看到了事发经过，肯定有人已经录下视频了，我们再发，没有多少人会信吧？那又怎么了？只要你流量够大，你就是真相，墙倒众人推，只要有机会，肯定会有人下场助力，这波林北死定了。听到这话，吴梦梦顿时放下心来。行，我听你的，小姨。哎，这就对喽。打定主意后，吴梦梦便立刻将剪辑后的视频发布了出去，一时激起千层浪，很快相关词条就冲上了热搜。另一边，某律所内，张三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林北的负面新闻，嘴角露出了邪魅的笑容，他知道该自己出手了。张老哥，谢了，要不是你来帮忙，我想出来可没这么快。不用客气，说起来你小子也算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跟我打好招呼了，让我看到你进局子后就直接来龙场捞你，要不然你今晚大概率要在这里过夜了。没办法，见人太多，有备无患吧。林老弟，你这话倒是没毛病，不过现在网上可全是声讨你的，你准备怎么办？既然那些个黑子敢犯贱，那我肯定得成全他们不是，就把他们送进去好好改造吧。哈哈，如此甚好，我的诉状早已饥渴难耐了。没想到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网络造谣居然还如此猖狂，看来还是普法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啊。我早就说过了，最好的普法方式就是送进去改造。有些人就是贱，不送进去体验一把集体生活，他们永远不会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先不着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你小子够坏的，不过我喜欢，那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看看会有多少牛鬼蛇神忍不住跳出来。